若云，能够遇见你，是故事最好的开始。能和你走下去，是我一生最大的幸福。以后只要你要，只要我有，我一定倾我所能，尽我所有。严城，我没有家人，我所有的等待都源自于对你的执着。你即将成为我唯一的家人，我不在乎那些仪式，我只希望和我一起白头的人是你。在爱情里将对方欺骗致死的人，会遭到报应吗？不会。只有被抛弃的那个，会陷在烂泥里独自腐烂。但是，绝不要低估一个已经死过一回女人的决心。她会出乎你的意料，为自己伸张正义。你还真成为板凳嫂了呀？什么板凳嫂？我跟你说了多少次了？不是金钱，是感受。我就觉得他就跟其他男人不一样，他能带给我那种我从未有过的体验感，特别呵护我，又很爱惜我，珍惜我。感受？什么感受？怎么感受不一样？不一样，真的一样吗？你说的都不一样，我不告诉你，怎么不一样了？哎，美女，我这个房子非常好，这个房子我刚装修的，南北通透，采光一流，位置很好，风水好呀，人运气就好，到时候心情舒畅了，想要什么就有什么。风水宝地吗？那可不。顾源城艺术沙发展厅，就这间了。我租房呢，主要是看投缘，如果聊得来了就是朋友，朋友之间了，价格就好说话了。那聊得来，又是什么价格呀？如果是朋友，聊得来，房租不要都行。那怎么好意思呢？不用麻烦你，我来。看够了吗？房子我租1年，期间你再敢骚扰我，踩的就不是手。拿钱滚！林佳怡，留下这些就是让你永远记得，从今以后，没人可以再欺负。小姐，对不起，我们这里已经满了，有需要的话，我想请你帮我挑一把椅子，我要送给一个对我来说很重要的人。好啊，我的这里每一件作品都是有灵魂的，他会亲自选择自己想要的主人。是吗？那你可以帮我试一下这把椅子吗？好啊。这是我和他的一些小情趣，你不介意吧？配合你的话，会有什么奖励吗？当然。有意思。我会好好奖励你的。我会好好奖励你的。你的小情趣都玩这么狠吗？我玩得狠，狠得过你吗？孟雨，你是谁？我现在又多了一个杀人的理由，你不该这么轻易忘了我。我想过无数次要这么杀了你，最后还是发现我应该以牙还牙，加倍奉还。杀了我，来呀！我让你杀了我，来呀！杀了我，我让你杀了我，动手啊！我让你杀了我！林佳怡，满意了吗？想死，没那么容易。
至少让你尝一尝生不如死的滋味。顾先生早，高女士马上就要到了。知道了。这款沙发名叫怀抱。人在拥抱的时候，大脑会分泌荷尔蒙和多巴胺，会让人产生愉悦感。它还是纯手工缝制的，它两侧的设计会让你感觉好像被爱人怀抱，会让你感觉忘记奔波的劳累。听你这么说完，我也觉得这款沙发特别舒服，我要了。杀您59200，稍后会安排工作人员把沙发送到您家里。好的，那我先走了。欢迎下次光临。接下来179-107-9号拍品来自印象派大师巴勃罗维米尔的天作之合系列带红宝石的女人，我们的起拍价是50万500,000。60万现场出价到了60万600,000 ，1 million 现场出价到了100万1 million holding here I 200万1 million 100万的价格，2 million 200万的价格，还有更高的出价吗？2 million 200万的价格，最后一次，恭喜 Lisa 8314的电话委托 ，Thank you， congratulations。花200万拍了一幅画，你对你老婆可真好。我对你不好吗？我明明知道你浑身带刺，可是却还是想紧紧拥抱你，可笑吗？不可笑，只是可惜。可惜？可惜不是送你的。那，你要的东西。都这个点了，严城怎么还没回来？你好，顾延城艺术沙发展厅。文心吗？若云姐。我老公还没下班吗？顾先生已经走了。哦，知道了。老公，老婆，生日快乐！你怎么现在才回来啊？今天店里客人有点多，耽误了点时间。老婆，我先上楼洗澡，换身衣服。哦，对了，有一个你的快递。里面有什么？空的，不知道是谁寄来的恶作剧。老婆，私人管家找好了吗？啊，找到了，王毅介绍的，而且还会专业护理，估计过2天就会过来。找到了就行，那我先上去了。请问你是？温小姐你好，我是王毅介绍过来的私人管家，我叫苏洵。不好意思啊，我不知道你那么快就过来了。今天是一个很值得纪念的日子，不是吗？我听王姨说，今天是您和顾先生共同的生日，我给你们准备了一份礼物，希望你们可以喜欢。谢谢。那请进。帮我查个快递，看看是谁寄的。
遇见你，是奇迹。你也知道山河花的花语。这是我和我老公定情的时候，他送我的花。那顾先生真的很懂女人心呢。听说你和顾先生是闪婚，那可真是难得的缘分。其实，我和我老公也差点错过彼此。当初他也是因为这幅画才会来到这里。你不觉得只有唯一才是维米尔大师创造的天作之合吗？唯一吗？巴勃罗·维米尔大师的天作之合，至今有2幅存在世上。你看到的这一幅叫做亲吻玫瑰的男人，而另外一幅戴红宝石的女人。只有2幅画合二为一时，才是维米尔大师创造的心中的天作之合的爱情。只可惜，戴着红宝石的女人至今下落不明。是啊，有遗憾才会让人念念不忘。不过美丽的事物总是令人难以寻觅。老板，我想买下这幅画。抱歉，这幅画已经被这位先生买下来了。既然你这么喜欢的话，送给你好了。那怎么好意思啊？我怎么好多人所爱呢？难得遇到同频的人，他能够不再孤单，也是一种幸运。我叫温若云。你好，顾元成。没想到之后我们认识了，便热恋相爱了。我本来以为我再也见不到他。我以为我再也见不到你了。走到机场大厅的时候，我才发现我一直在想你。我这辈子遇到过很多人，我以为和他们都心有灵犀，可直到遇到你，我才知道这样的机会，这辈子只有一次。温若云，我们结婚吧。可是我们才认识没多久。可是我觉得认识你好久好久了。温若云，嫁给我好吗？山河花的花语是能够遇见你就是奇迹，嫁给我。弃猫效应真是好手段。你在笑什么？啊，能在市场上流通的大部分都是渣男，真正的好男人最多谈了1、2次恋爱之后就会被女人牢牢抓住，不会再放手了。而女人则相反，用尽全力去谈一场恋爱，若被扒了一层皮，赌输半条命之后，就水泥封心，不会再爱了。温小姐，一个男人太优秀、太帅气，并不是件好事情，你可要把顾先生牢牢把握住啊！爱你的男人不用守，不爱你的男人守也守不住，不是吗？你的房间在1楼的客卧，明天起开始正式工作，试用期1个月，请多指教。老婆，生日快乐！生日快乐！是啊，谢谢。若圆，若圆，小心小心！这新买的高跟鞋太难穿了，就叫你少臭美。况且我跟我老公的生日宴，你穿那么漂亮干嘛？当然是为了勾引你老公啊！哎，你这句话可不能乱说，若云可是会当真的。怎么可能？若云姐，生日快乐！文姐，你们来了。抱歉，我来晚了。谢谢顾先生，若云姐，生日快乐！对不起，对不起，若云姐，没关系，没关系，我上去换一件就好。老公，你帮我拿一下，我上去换一件。你们先玩。没事的，若云姐不会在意的。
姐，好美啊！哇，顾言成，和你出轨的女人到底是谁？若云姐，你也太漂亮了吧！你怎么穿什么都好看啊？很漂亮哦。若云姐，你也太漂亮了吧！你怎么穿什么都好看啊？很漂亮哦。那个女人到底是谁？苏璇，温小姐，这人谁啊？哦，她叫苏璇，是王姨介绍过来的私人管家。管家？一个管家穿这么风骚啊？这要不知道的，还以为她是这家女主人呢。哎，我说你，怎么不找个老实本分的？她穿成这样，摆明就是来勾引男人的呀！我以为在特定的场合穿特定的服装是对主人最基本的尊重，原来不是这个道理。那你倒是教教我，你把流量密码穿在身上，又是想勾引哪个男人呢？我有量，为什么不能穿身上？谁勾引男人呢？做贼心虚了是吗？温小姐还没有开口，你跳出来示威，是把自己当成女主人了吗？你，叶飞，你敢打我？叶飞，你先上去，乖，他欺负我，乖，先上去啊，上去，上去。苏璇，不好意思啊，我很高兴你盛装打扮我的生日宴。妍飞她就是这样，性子比较急，你别介意。不会的，温小姐，今天是您的主场，希望没有扫了您的兴致啊。不会不会。各位稍安勿躁，非常感谢大家能够来到我和我老婆的生日宴会。我想在大家的见证和祝福之下，把一份珍贵的礼物送给我老婆。老婆，来，我想我们一起解开这个谜语。来，你还记得这幅画吗？正是因为它，我们才会相遇、相识、相爱。当时你很遗憾，在画展上只见到了亲吻玫瑰的男人。你说，只有凑齐了带红宝石的女人，才是维米尔大师心中天作之合般的爱情。所以，当我得知这幅画被公开拍卖的时候，我就第一时间拍卖了下来。我想把它当做生日礼物送给你，我不想你有任何遗憾。老婆，生日快乐！哇，云姐你也太幸福了，我也好希望有个人能费尽心思的满足我的愿望。真是天作之合的爱情。顾先生的礼物如此用心，想必温小姐的礼物更让我们惊喜吧。老婆，我宣布，我将修改财产协议，把温氏珠宝名下10亿的资产与顾言成共享。老婆10亿啊！谢谢你的信任，我爱你。顾言成，你真的值得我送出这份礼物吗？那个女人到底是谁？没有报道吧？拜拜，拜拜，先拜拜。云姐，生日快乐！谢谢。说云姐，今天真的是对不起，要不我还是把弄脏的那件衣服拿去干洗吧。没关系，一件衣服而已，没关系的，没事儿。一样的香水味，难道你们借着工作之便在一起了吗？那若云姐没什么事儿，我就先走了。啊，老婆，我去送一下他们。文熙，怎么会是你？等了这么久，终于到手了。多亏了有你在他身边，我才能进行得这么顺利。我会找个合适的机会，把他的钱一次性转走。那我呢？到时候，我们就可以光明正大的在一起了。出轨的那一刻，你在想什么？在你眼里，我没有出轨的理由。所以我做错了什么？
一定是我不够好，可能也是我做错了什么事情。可是这不代表你做的都是对的。请你相信我。我要怎么相信你？你现在面对我说这些，然后背地里对我做了那些，你告诉我你要我怎么相信你？如果不是你发现了这些，根本不会有那么多事。你怎么就不能多信任我？所以还是我的错。你说，我要怎么信任你？我会断，给我一点时间，我会断得一干二净。然后呢？我问你，然后呢？然后呢？然后呢？温若云，如果你还爱他，请别抱怨。抱怨就像一粒毒药，会毒死所有的希望，毁灭婚姻的幸福。想要弄清楚他是谁。你在干什么？顾先生，您今天怎么来的这么早？手里藏了什么呀？这不是高女士那儿的香水吗？怎么，你喜欢这个，偷偷用了？不是的，顾先生，您别误会，不是您想的那样。那我应该想成什么样啊？我只是想要进入工作室的密码，把这瓶香水放进去。文心，你不觉得这个理由很可笑吗？若云姐，老婆，你怎么来了？我来找文心。我想我应该给年轻人一个承担错误的机会，不是吗？应该的，若云姐，我这就把该洗的费用转给你。老婆，那你们先聊，我先去工作。我们聊聊。你手上这瓶香水是怎么回事？为什么我老公身上会有你的香水味？若云姐，你误会了。昨天高女士来展厅买沙发，把香水落这儿了，我不小心把它打碎了。怕高女士回头来取，所以买了一瓶想补上。刚才也是在跟顾先生解释这件事情。哪个高女士？广通银行的副行长。昨天顾先生接待她时，她正好在喷香水。难道不是他？这些全都是温若云公司的文件，有关顾云城的什么都没有。看来还得再给你们添把火。我老公，他可能出轨了。你跟他聊过了？哎，不是我说你，你与其老担心这个那个，还不如担心家里那个。谁会把那么美艳的管家放身边啊？要我都忍不住。人心是不可以揣测的。苏群他怎么可能？他才刚来家里，不可能跟顾言琛有什么。你看，我说了你还不信。不过也是，嫁一个这么帅的老公，是挺不安心的哦。就会说一些风凉话，你还是不是我最好的朋友啊？就因为我是你最好的朋友，我才不掺和你们小两口的事情。待会你们床头打架床尾和，还得怪我啰嗦，说我不好。怎么了？没事。
好啦，别愁眉苦脸的了。看，新设计的款，好不好看？待会儿我陪你去逛逛街，买东西，这个开心的啦，行不行？好啦，我先去洗漱。什么时候做的头发？这个呀，你生日的时候做的呀，好不好看？要不一起去染个姐妹款？我知道我老公出轨的对象是谁。谁啊？意外和背叛总是喜欢同时出现。原来那个人一直都在我的身边。苏珏，我就知道他不是个好东西。我说你还不信，你说吧，要怎么对付他？我还没想好。我今天晚上临时要去一趟鱼城店，我不太放心他们两个单独在一起。你放心，我帮你看着他们俩，绝对不会让那个狐狸精有机可乘。啊，对了，你耳机能借我一下吗？我想开车的时候用。好，你等会儿。来，给。谢谢。我跟我老公的生日宴，你穿那么漂亮干嘛？当然是为了勾引你老公啊！老婆，这次出差怎么定得这么仓促啊？不先找个人替你去吧。我爸从小教我，不管任何人、任何事，对待他们都要真心实意。什么都找人替，那是不是有一天我找别人来代替我的位置当你的妻子也可以啊？你又在说什么啊？我是在心疼你。哦，对了，你这次出差要多久啊？顺利的话，明天就回。那你有事给我打电话，路上注意安全。好。天飞，竟然真的是你！你上次偷偷在我衬衣上留口红印，你想干什么？人家不过想给你身上留个记号吗？以后别给我搞这种小动作，现在还不是你跳出来的时候。你还真是薄情啊！如果我找温若云说咱们俩的事情，你舍得杀了我吗？你不是最喜欢刺激的吗？今天在这儿搞刺激吧。老婆，你不是出差了吗？你怎么临时回来也不跟我说一声啊？滚开！若云，为什么我们这么多年的感情，你对我这么好的现在，这世上这么多的男人，为什么偏偏是做人渣？只要你死了，我就能和顾言成在一起。你怎么不去死啊？为什么我竟然连当面戳穿你们这对狗男女的勇气都没有？一个是我最挚爱的人，一个是我最相信的人，你们为什么要背叛我？以后没我的允许，不准你来这个家。赶紧给我回去。老婆，你
不是出差了吗？怎么临时回来也不跟我说一声？老婆，你没事吧？要死了要死了，怎么办呢？若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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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好没事。他怎么回来了？不知道，先把人扶起来再说。要是他醒过来看到我们怎么办？不如一不做二不休。你干什么？解决了他不就一了百了了吗？你疯了！这个时候他出事，最大的嫌疑人就是我。你赶紧走，这有来，走啊，走啊！老婆，若云，若云，若云，你没事吧？你别吓我，我送你去医院。老婆，怎么回事啊？温小姐，若云晕倒了。温小姐，我送她去医院。好，好，你别吓我，老婆。医生，我老婆怎么样了？温小姐的摔伤没什么大碍，不过从血 HCG 化验结果来看，温小姐已经怀孕5周了。怀孕了？是，不过温小姐的孕酮体偏低，你们以后啊得格外注意。好，谢谢医生。没事。宝宝，你不该这个时候来的，我该怎么做选择？在遭遇至亲至爱的背叛后，我还怎么装作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过？老婆，你醒了，我们要有孩子了。老婆，你昨晚不是临时出差了吗？怎么突然间回来了呀？我昨天晚上身体不太舒服，就想说先回家，然后我开门就撞见撞见什么了？妍飞昨天晚上有来家里吗？来了呀。他来告诉我你要临时出差，但他不知道你已经告诉我了。然后呢？然后？要我说啊，她还真是你的好闺蜜。她是害怕你在临时出差的时候，怕我跟家里的管家有什么牵扯不清的，所以过来盯着我呢。啊，难道是我操心多了吗？老婆，你要信任我，如果我这么做让你不开心了，我一定会跟他保持距离的。我知道我不是一个十全十美的人，但是我一直以来都想做一个能够走进你内心深处，一个真正爱你的人。我想能够一直守护着你，陪伴着你，不让你受一丁点委屈。虽然我不会说许多爱你的话，但我能做许多爱你的事。别再多想了，啊？难道真的是我多想了？你马上就要当妈妈了，我会守护好她和你的。好。若云，怎么样了？你怎么来了？小曼说你进医院了，我赶紧过来看看你。我就是身体有点不太舒服，公司那边要麻烦你帮我多多照应。公司那边没事，有我呢，你好好休息啊。有些人不会照顾人，你就自己照顾好自己，听见了吗？有事给我打电话。好。公司还忙，我先回去了。好。张律师，我知道你和若云是青梅竹马，但也请你保持点距离。若云现在怀孕了，我们很快就会有宝宝了，一家3口幸福快乐。那我祝福你啊，但是你最好对若云好一点，否则的话……否则怎么样？否则你来照顾她。张律师，我劝你别放着体面不要，非要干点见不得光的勾当。好。你怎么回事？一切都在掌控之中，我会处理好。上次你要的东西查到了，阿赫会发给你。知道了。他到底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怀疑我的？这件衬衣不是被我扔掉了吗？怎么会在我若云的衣柜里？
怪他昨天会突然回来。这个背影，怎么看着有点眼熟啊？还挺干净。顾先生，我给温小姐煮了点粥，等下去医院的时候您带给她吧。当然好啊。哦，对了，因为最近发生了很多事儿。我还没来得及好好跟你认识一下。我听若云说，你是王姨介绍过来的侄女。王姨是我的大表姐，我母亲生我的时候年纪已经很大了。哦，那我可能记错了。但我看你挺年轻的，怎么会选择做管家呢？我学的就是护理专业，想着等父母年纪大了，可以更好的照顾他们。那你还挺孝顺的。像你这样年轻漂亮的女孩，真的只甘愿做一个管家吗？每只麻雀都想飞上枝头做凤凰，但是要看它给不给机会。顾先生，顾先生，像你这样年轻漂亮的女孩，真的只甘愿做一个管家吗？每只麻雀都想飞上枝头做凤凰，但是要看它给不给机会。顾先生，顾先生，顾先生，你这样不太好吧？现在机会送到你手边了，你不想要吗？你腿上的疤怎么回事？我去看看。苏雪，你身上到底藏了什么秘密啊？你还有闲心来试探我，看来你还是过得太舒服了。温小姐昨天被摔进了医院里，你不去看望她，来这里做什么？你一个小小的管家，管我来干嘛？狗拿耗子多管闲事。你说的没错，我就是要替温小姐把好这道门，免得闲杂人等趁虚而入。你给我让开！你又来干什么？还嫌事闹得不够大吗？你可别忘了，要不是因为我，温若依哪会那么快信任你，把所有钱都交给你保管啊？我明明就提醒过你，让你最近安分一点，为什么就是不敢听？那你说到底什么时候你把钱全都转走，然后跟我一起远走高飞吗？10几亿的资金不是说转就能转的，你耐心一点，我需要时间啊。你今天来就是为了凑这个？我有个耳环掉在这儿了。哎呦，我来找就行了，你先回去。现在家里多了个人，以后这种事儿电话里说就行。
夫妻于心，好戏上场。哎，若雨，你身体好利索了。我最近都在忙着跟同事对稿子，我还准备。别废话了，开始吧。人呢？好，那我们现在开始。第3季度我们的新品设计是以为爱囚禁的新鸟为主题。我和设计部的同事们都觉得，现在年轻人结婚率都持续低下，而且年轻人爱情观再多样化，也不该剧透剧情。你这根本不是原创设计，这是我和设计部的同事熬夜做出来的。所以按照你的意思的话，我随便找一个珠宝设计师的作品抄一抄，就是你所谓的原创设计了。好的设计作品全都是站在巨人的肩膀上推陈出新的，这不是您教我的吗？我不记得我教过你，做贼去偷别人的东西，而且还不止一次。我没有啊。作为首席珠宝设计师，抄袭成风，会成为我们公司的一大隐患。关于这个问题，公司内部已经在找解决的方案。温若云，你什么意思啊？偷的抢的始终不是你自己，你的惩处稍后会做全公司的通报。散会。若云，温若云，你有必要当着那么多人的面给我难堪吗？ DT 珠宝的律师函已经发过来了，告你抄袭。你知道公司正在因为你面临巨额的赔偿吗？律师函？你说吧，你想怎么处理？妍飞，你还记得咱们俩上大学的时候，你跟我说你想要做一名了不起的珠宝设计师，但没有想到这么多年过去了，很多事情都已经变得面目全非。难道变的就只有我吗？若云，我们认识10几年了吧，知根知底。你关心过我吗？你为什么从来不问问我？为什么我一直保持单身？因为我爱上了一个没法在一起的男人。为什么没法在一起？他有老婆吗？他跟我说，跟家里那位不过是戴着面具生活，只有跟我在一起的时候才是快乐的、幸福的。若云，你会觉得我是那种祸害别人家庭的女人吗？所以你信了男人那套鬼话？我不明白，你为什么要知3当3？知3当3？可是我觉得感情里不被爱的那个人才是小三啊！妍飞，我们这么多年的好闺蜜了，你不愿意告诉我那个男人是谁吗？温若云，你今天怎么了？工作是挑我的刺儿，感情上逼我的够。我们是好朋友、好闺蜜，可是我没有必要什么事情都告诉你吧？难道你什么都要知道吗？若云，你上次托我修改的那个财产补充协议，你看没问题就签了吧。顾延成出轨妍飞了，不是你想的那样。你没必要骗我，到底怎么回事？我只是想明白了，女人要把钱牢牢地拴在手里，男人才会听话。温若云，你脑子让僵尸吃了？你妄想用钱来拴住一个出轨的男人吗？为什么不离婚呢？离婚又不是分手，哪有想的那么简单？好好好，其他的事我不管，但是你记住，我作为你的律师，作为你的好朋友，我永远都站在你背后，听见了吗？嗯。那我走了。怎么，被温若云抓了包，连他的钱都转不出来了？阿赫，你算什么级别？少在我面前装腔作势。姨姐说你最近工作的挺卖力的，看你这身子虚的，别该进的没进来，不该出的反倒出去了不少，感觉要被掏空了。顾延成，你怎么才接电话呀？温若云他太过分了，他当众侮辱我抄袭，我从来没有受过这样的气。你说他是不是发现我们的事儿了？知道了。哥，你教教我这局该怎么破呗？是他。
老婆，这不是我们混床上的床垫吗？老婆，好好的床垫为什么要换新的呀？我嫌它脏。那就换掉，都听你的。老婆，我想给我们新到来的宝宝。你今天是不是操作转账了？啊，是因为今天展厅里新到了一批货，我着急打款，但手头上又没有那么多资金，所以就先用了你卡里的钱。但是转账的时候提示银行卡转账受限。老婆，我们不是说好了不分彼此吗？我知道你出轨。老婆，这是我在展厅附近排队买咖啡的时候，不小心撞到后面的人蹭上的，根本不是你想的那样。你跟我在一起是为了什么？为了钱？钱？我缺吗？若云，婚姻是我这辈子唯一一次能够选择家人的机会，是老天爷眷顾我，让我等到了你，我很珍惜。我知道是我最近太忙，忽略了你的感受，请你相信我，我绝对没有背叛我们婚姻的念头。严城，我现在还可以相信你吗？别再乱想了，好吗？顾延城，你的花言巧语还真是有一套。还真是不简单啊。周耀醒了，怡姐还是让我去。闭嘴，给阿文送过去，他会知道接下来该怎么做。怡姐，你还是偏心文哥。我知道你心里怎么想的，但阿文是老板看好的人，你有野心想抢，你得比他更有手段。可是他最近做的那么差，什么时候给我提及啊？你那批猪仔养多大了？都挺听话的，最近已经养得很肥了。你做得很好。喂，吴若云的钱我暂时帮他保住了，但是我担心他们还有后手，我得想办法赶快拿到他的指纹，打开保险柜。你是？顾先生，我是苏璇啊。您看起来有一些疲惫，需要我帮忙吗？你是？顾先生，我是苏璇啊。您看起来有一些疲惫，需要我帮忙吗？
当然，替雇主分忧解劳，也是我工作的一部分。躺下来吧。你果然很会。对了，我听说你老家是虞城的。对啊，顾先生，你去过吗？当然去过，我曾经谈了一个开美容院的女朋友，她也住在虞城。她是一个特别温柔、特别聪明的女人，我们那个时候感情非常好。那后来怎么分开了呢？后来她死了。我的孩子。我始终忘不了她的名字，她叫林佳怡。怎么不按了？你又不是她，你紧张什么呀？顾先生，你果然很深情呢。只是不知道，如果这个顾然还在世的话，念不念你这份情？我上次就想问你，你腿上的烧伤疤是怎么回事？有关一个狗男人的故事，不值一提。都说女人的心思像神秘的花园，你在干嘛？美丽却不轻易探索。我还是喜欢真诚一点。苏珣，老婆。温小姐，你先上去，我有话跟他说。那我在房间等你。苏珣，我念在你是王阿姨介绍过来的，把你当做半个家人，但现在你很显然是越界了。啊，您是说我发你的那些照片吗？我只是把我看到的向雇主汇报而已。身为管家，你的工作做得很好，但是在这个家，不管你听到什么，又或者是看到什么，都不该是由你来定。你真的很有意思，明明很想知道我还看到了什么，却又不敢问我。做好你分内的工作，好奇心太强对你没有好处。还有，我不喜欢你现在的穿着，换掉。妈今天要过来。啊？苏珣，你爬这么高干嘛？温小姐，灯管上的灰尘很多，我擦一下。好，那你小心点儿。好。妈，你来了。果然到你出场了。妈，你怎么突然过来了？妈一听说你怀孕了，激动的恨不得马上过来照顾你。一定要好好的啊！妈一听说你怀孕了，恨不得马上过来照顾你。你现在是个怀有身孕的人，不能整天只忙着工作，要多休息。谢谢妈，可是公司现在暂时还离不开我。若云啊，你要实在忙不过来，让严成去公司帮你。你们是两口子，应该为了这个家共进退。我也想像妈说的一样，一起和严成守护这个家，但我没有想到这个阻碍比我想象的还多。严成，哎，你是不是惹若云生气了？没有，臭小子，若云现在是咱们家的宝贝，谁都不许给她气受。妈，我知道了，我以后
再也不会惹若云生气了。你就放心吧，啊。这两口子过日子啊，免不了磕磕绊绊的。妈知道，咱们女人在婚姻里总有说不出口的苦衷。为了肚子里的孩子，你要稳住这个家。在严城的心里，你才是那个最重要的人。当然了。可是妈，有些事情，我要怎么假装没发生过？你和严城是彼此选择的家人，妈也一直把你当做亲生女儿来看待，生怕你受了委屈闷在心里。你说，你爸妈也不在了，妈心疼你啊。温小姐真是好福气，有像您这么好的婆婆，不知道的还以为您是亲妈呢。她是谁啊？啊，她叫苏洵，是王姨介绍过来的新管家。阿姨，好久不见。我们见过吗？啊，阿姨好。哎呀，这王姨怎么给你们介绍这么年轻的？改天啊，妈给你重新物色一个。不用妈，王姨从小看着我长大的，她介绍过来的人我很放心。我们这个家就好比在海上航行的小船，要经历很多风风雨雨。不管怎么样，我们才是一家人。你要提防有心之人搞破坏。妈说的对。妈，我懂你的意思了。这就好。妈今天来啊，特意给你带来了安胎的补品，你要记得每天吃啊。严城，快把这些补品拿去。我来吧。我来就好了。你们真的会有这么好心，特意给温若云送补品？我倒要看看你敢不敢吃。哎，这些都是留给若云吃的，我就不吃了。若云，赶快吃了再去公司吧。阿姨，您一大早就过来送补品也挺辛苦的，您还是吃点吧。是啊，妈，你也多吃点。哎呀，我都这把年纪了，吃了也浪费。严城，你吃。谢谢妈。那个苏洵啊，等会儿你去超市买点菜回来。好的。妈，我可能要先赶去公司，我怕我会来不及。哎呀，把这吃完了再去也不迟，快吃吧。好。严城吃。你在里面到底讲什么？你不需要知道，你的任务就是盯着他每天吃下去。1个月后，他不傻也疯。这就是你的新计划？既然他把协议又改了，我们只能想办法搞疯他，然后再找个合适的时机杀猪放血。一定要这样吗？要不是你干活没藏好尾巴，你也不至于让猪醒得这么快。还有，那个管家不能留，找个由头把他辞了，别让不相干的人节外生枝。我怎么了？你刚才突然间睡着了，我担心你出事，就过来看看。怎么了？不舒服吗？要不去医院？哦，没事儿，我就是有点晕，犯困。你现在肚子里面还怀着孩子，一切以安全为主。有什么事情跟我说，我去办啊。再睡会儿吧。孟子，
顾云城，这是特意为你准备的惊喜。老婆，老婆，苏珣。梦雨，梦雨，不是我，不是我，不是我，小姑要说的，不是我。简，我很快就能替你报仇成功了。手指上怎么会有红色的墨印？昏睡到没有知觉，一定是这个补品里的药物导致的。若元，妈，你在做什么？那个，你不觉得垃圾桶有一股馊味吗？我们是不是该倒垃圾了？这点小事儿啊，你就不用操心了。你这还怀着身孕呢，以后啊，少进厨房啊。我知道了，谢谢妈。还好还剩这些。老婆，老公，我在上卫生间。还好还剩这些。老婆，老公，我在上卫生间。真的有在藏东西吗？我就说他应该不会有所察觉。看来林佳怡说的是真的，他们开始清洗证据了。好晕，这个药找了吗？他没藏东西。精神病院的人明天能来吗？已经安排好了。他精神异常也不是1天2天了，足能把他送回去。即使后面被他发现财产转移的事，
人在精神病院的他也难逃一死。顾延城，没想到你们母子俩会这么狠毒。老婆，你怎么起那么早？不是说好了这2天要多休息吗？公司最近有重要项目在推进，我得去盯着。老婆，你这2天总说公司很忙，我怎么感觉你好像在故意躲着我呀？我们不是都把话说清楚了吗？你是不是有什么心事啊？别胡思乱想，时间不早了，我先走。那你注意休息啊。他昨天的反应有点不太对劲，你没让他发现什么吧？放心，一切都在掌握之中。眼看你的肚子就要小怀了，你要小心他们用肮脏的手段对付你的孩子。我不会让他们得逞的。越是这个时候，越要稳定心神，抓住时机，一击必中。佳怡，我等一下想要去产检，这个东西我想要麻烦你帮我跑一趟，看一下里面到底添加了什么。我在想那对母子，他们接下来应该是想要把我送到精神病院，让我失去民事行为能力之后，成为我的监护人，好名正言顺的控制我的财产。从一开始，我就觉得这个东西不对劲。佳怡，我以为我没有可以信任的人，谢谢你。不用客气，毕竟我们现在是盟友。你俩来晚了。你怎么来了？我查到顾延成的一些相关信息了。顾延成根本就不是什么华裔太极艺术家，他所有展厅里的沙发全部都是抄袭华裔艺术家安迪六的作品。他连身份信息都是假的。还有，我还查到他违规抵押了你名下全部的房产，金额高达3亿。顾延成，你真的是什么事情都干得出来。那接下来你怎么办？我要先夺回属于我的财产，至于其他事情，等我产检完之后再说。那我陪你去。哎，你用什么身份陪他去啊？那产检一个人去也不行啊，总得有个人陪他去吧。哦，一个人不行，正好我有空，我陪你去吧，好不好？好啊。那温若云同学，你说我们2个谁陪你去？那换完衣服一起去。走了。若云，我之前在这里住过很长一段时间的院，有几个很久不见的老朋友，我找他们叙叙旧，让商宇陪你去吧。忙完联系。好。周护士，好久不见。哎，你好，温女士，这边跟我来。孩子的爸爸联系吧。他是我朋友，他不是孩子的爸爸。哦，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啊，这边请。怎么样？宝宝很好。那就好。我想我的宝宝很懂事，他一定是希望我可以好好做好我该做的事情。你呢，现在负责的事情就应该是在家安心养胎，调查的事呢就交给我，别以身犯险了。我就是在纠结，以我目前的情况，我到底该不该站出来反抗他们？但我想，是宝宝给了我力量。我希望我的宝宝未来可以出生在一个没有欺骗、没有谎言的世界里。你好，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机。Sorry, the subscriber
什么情况？喂，顾延成，若云什么情况？电话关机了，他在你旁边吗？你别喊我老婆喊得那么亲热。你让他接电话。他不在，我也不知道他在哪儿。若云消失了。顾延成，你到底在干什么？商宇，我劝你少操心别人家的事。顾延成，最好给我等着，你最好给我记到若云没事，否则我一定不会放过你的。若云，商宇，你不是去美国了吗？我都听说了。伯父的事情，你想哭就哭吧，哭出声也没关系。我回来了。这个公司是我父亲毕生的心血，我不会这么容易就倒下的。我相信你。我决定了，我不在美国待着了，我要回来帮你。可是，你在国外会有更好的发展，还有前景。你不要为了我留在这里。温总，我简历都准备好了，你不会不欢迎我吧？你放心，我回来了，以后你身后就有人了，我保护你。谢谢。如云，千万别出事。若云，我们到时候去泰国度蜜月怎么样？好。要不然巴厘岛？温若云呢？哦，在那边。巴厘岛。实在不行，迈阿密也行。就去泰国吧。好，若云。哎，商宇，你来了。这是跟你介绍一下，这是我一起长大的青梅竹马，他叫商宇。这是顾延成，我们准备结婚了。你好。你好。哦，对了，我的婚礼你一定要来，我最想得到你的祝福。好啊，一定。那恭喜你们。行，那你们先聊，我还有事先走了。拜拜。拜拜。我答应过你会守护在你身边，若云，你千万不要有事。你怎么跑到这来了？我给你打电话你也不接，你把我吓坏了。我心情不太好，想出来散散心。老婆，我知道最近发生了很多事情，让你感到不开心了。我也一直在反思，到底怎么做才是真正的对你好。对不起，我确实是有事情瞒着你。所以你终于肯说实话了？你想听什么，我都告诉你。那就从林佳怡假扮苏洵开始说起。我和她曾经交往过一段时间，但后来我发现她是一个很疯狂的女人，她痴迷于炒股，甚至有点走火入魔。她不光把所有的积蓄、美容院都赔了进去，还一直找我借钱。我觉得她有点无药可救，就想跟她分手。可是谁知道她要以死来要挟我。后来她来找我的路上还出了车祸，毁了容。我有点内疚，我去找她，但我发现她失踪了。再后来，就是现在这个林佳怡。这跟他跟我说的完全不一样。我不知道他跟你说了什么，但是我知道他为了整容欠了很多钱，到处躲债。他甚至现在回来还要找我借钱，你知道吗？老婆，我是害怕你担心，才不想跟你说这些的。不信你听。你以为3000万就能让我满足吗？我要的是你的全部。老婆，你现在怀着孕呢，我们先回家再说好不好？可是妍飞说，我们会在展厅认识，也都是你精心安排设计的，难道这也是谎言吗？那都是他瞎说的。我事先认识的妍飞，但我从来没有跟他交往过，是他一厢情愿对我死缠烂打。
直到后来我遇到了你，我才发现我爱的人是你啊，老婆。难道爱可是你就是出轨了，你就是跟他睡了。我没有出轨，我怎么可能知道妍飞是你闺蜜的情况下来伤害你呢？老婆，你看到的、听到的都不是你以为的真相。顾延成，你就是在狡辩。我没有在狡辩，一切的一切，就是因为他们看不得我们好，觉得我们过得幸福，心生妒忌，想来搞破坏。你仔细想一想，是不是因为林佳怡出现以后，我们的生活就变得一团糟啊？啊？我不是为了得到他，我要毁了他。我已经搞不清楚什么是真，什么是假。你让我静一静，我需要想一想。时间会证明一切的。老婆，你醒了。老公，老婆，我没事，看到一个猪头人在追我。哪有什么猪头人啊？哪有人追上你啊？那都是你的幻觉。老婆，没有，哪有什么人追上你啊？肯定是你啊，昨天去海边吹冷风着凉了。不过还好你现在烧退了。你啊，可把我吓坏了。昨天我就去洗个澡的功夫，回来就发现你倒在衣柜旁边，怎么都叫不醒。没事了，啊？哦，老婆，这是精神科的周医生，他给你做一些问卷调查。温小姐，别紧张，只是普通的孕期检查。那我们开始吧。温小姐，我想问一下你，最近有没有过头晕或者晕倒的情况？好的，是经常会做噩梦，就特别容易想哭。有没有过什么不好的想法，或者觉得你身边的人都不敢相信？好的，那么最后一个问题，你有没有觉得经常会容易上当受骗，或者甚至觉得有人要抓你？好的。一姐，病历到手了。有了这份精神鉴定，我们的计划就完成一半了。这里有2张去泰国普吉岛的飞机票，你们一到普吉岛就设法让他发病，在那个地方发生任何意外都不会有人怀疑。到时候你顺利回国，收盘拿钱。呼叫总部，发现一个女的。呼叫总部，发现一个女的。老婆，你没事吧？老婆，你没事？老婆，你没事？顾先生，高女士来了，要让她进来吗？请她进来吧。对了，你今天没什么事就早点下班，明天我和若云要出国旅游，给你放1周假。好，谢谢顾先生。高副行长来了，坐。上次拜托你的事办得怎么样了？我都替你准备的差不多了，就等你签字按手印了。那所有的房产加在一起能贷出来多少呀？我只能帮你操作到70%，剩下的还得你自己想办法。辛苦你了。
他们真是到了丧心病狂的地步。孟雨，哪怕我拉着你一起死，也绝对不会让你得逞。坐。我的焦虑症会不会影响到肚子里的宝宝？老婆，我们好好休养，一定会没事的啊。对了，老婆，你不是说我对你不够敞开心扉吗？刚好我想借着这次机会带你回我的家乡去散散心，机票我都买好了，就明天。明天？可是明天公司还有好多事情要做。哎呦，你就别操心了嘛，我们好好休养。这公司里呢，还有小曼和商宇。老婆，我想借这次机会和你重新开始，再给我一次机会，好不好？去散心可以，但不代表原谅你。你一定会原谅我的。老婆，你在这等我，我去把车开过来。袁成！吴若远，你疯了！你不要命了！你没事吧？没事就好。若远，像我这样的人，不值得为我付出这么多的。老公，我有点不舒服，我不想去了。好，我们哪都不去了，我们回家，好吗？你怎么能这么冲动？你知不知道你这么做会有什么后果？如果这次让顾元成跑了，那他就会像当年一样记清所有的罪证，我们就再也没有机会报仇了。况且温若雨的下场一定是被他们……本来以为温若云知道真相后会帮我们揭发顾元成，没想到他被洗脑洗得这么深。还好我们拖延了一些时间，回去从长再议吧。阿文，你现在是长了颗豹子胆了啊！居然敢私自变更计划！他说他不舒服，不想去了，难道我要逼着他去让他怀疑我吗？公司花这么多钱培养你，不是让你来做真情的。于姐，不见得非要杀他，等他病情加重了，昏迷了，钱我一样能拿到手。你在教我做事？不见得非要杀他，等他病情加重了，昏迷了，钱我一样能拿到手。你在教我做事？一姐，我错了，都是他，都是他，我错。林佳怡没死的事情，你们也居然敢私自不报，难怪这次的朱仔这么不听话。让他好好回忆回忆，找找初心。过针毛巾的，别让我们的模特留下难看的伤痕。臭小子！是我先认识的顾延成，你才是那个小子！我是先认识的妍飞，但我从来没有跟他交往过。等到你体会到像我一样的切肤之痛，他痴迷于炒股，甚至有点走火入魔。他不光把所有的积蓄、美容院都赔了进去，还一直找我借钱。我以为我可以得到这世界上最完美的爱情，可是你赶紧抢走了！我不是为了得到他，我要毁了他！一切的一切，就是因为他们看不得我们好，觉得我们过得幸福，心生妒忌，想来搞破坏。宝宝，你一定要坚强，妈妈不会这样被打倒的。你和顾延成的那个离婚财产分割协议给你拟好了，等会儿看看，没什么问题，赶紧签了得了，省得你一天到晚玩消失，外面怪冷的。我告诉你啊，温若雨，你跟顾延成那点事儿，我可都知道，怎么着你要反悔啊？怎么可能？不过离婚的事情，我的确想缓一缓。我总不能就这样子稀里糊涂的被他们糊弄吧？
不过有件事情，我需要你的帮助。我需要你去帮我查一下顾延成他华裔艺术家的身份。你怀疑他身份？我现在还不敢完全确定，但我还是想要把事情弄清楚。行，交给我吧。那我就先走了。多少年没见你画画了，怎么今天突然想起来画了个猪头？按你形象画呢？你多不礼貌啊你！赶紧说，怎么想着画个猪头缠肉了？我也不知道。你知道我最近老是做噩梦，我一直梦到有一个戴着猪头面具的男人在追杀我。猪头面具男？你来干什么了？我来看看若云。看来我得给这个家的安保做升级了，免得有些不速之客趁虚而入。不速之客？你在说我？你要对号入座的话，我也没办法。顾先生，我跟若云呢认识了几10年，这个家呀，我都不知道来过多少次了。真论起不速之客，我们2个不知道谁才是。我说商律师啊，我和若云结婚那么久，你就没给过我好脸色。我在想，你是不是因为当初被我截了胡，所以对我怀恨在心呢？你把马桶按嘴上了，说话那么不中听。顾延成，我警告你，你最好对若云好一点。要是让我发现你对她不利，我饶不了你。手下败将就要有手下败将的风度，把你那点肮脏龌龊的心思给我收起来。被我戳中肺管子的感觉很难受吧？张律师，我告诉你啊，我是不会和我老婆离婚的。慢走不送。顾先生，离不离婚不是你说了算的。忘了告诉你，我的最新兼职，家庭离婚律师，专门处理那种女方想离婚，男方不想离的情况。如果你有需要的话，记得找我啊，我等着你。我被人跟踪了，家里恐怕也已经不安全了。那你赶紧搬家吧。好，我知道。哦，对了，广东银行的高副行长在帮顾延成他们做抵押贷款的勾当，但是王若元的电话我一直打不通，我需要你去他家里看一看到底怎么了。你不是不管他了吗？你可真是刀子嘴豆腐心。你杀了谁？你为什么要这么对我？你为什么要这样对我？你说！都是他们逼我的。他们是谁？他们在哪儿？他们叫什么？我不知道。你说啊！他们上。啊！你到底是谁？顾先生，我是苏璇啊。苏璇？你只是苏璇吗？你太了解我了。放开我！放开！苏璇。风雨，哪来这么多断崖式分手？这一切都是你的蓄谋已久而已。你是林佳怡，你是林佳怡。你不是死了吗？我倒是要看看温小姐看到我们俩这样抱在一起，她会怎么想呀？顾先生，顾先生，连城，怎么了？发生什么事情？温小姐，我也不知道。我刚回来就看到顾先生倒在这儿了。快帮我扶他进去！好，快！厨房怎么回事？
温小姐，对不起，我出门的时候水龙头忘关了，可能是因为水溢出来导致电路短路，我去看一下。好。怎么搞成这个样子？嘴唇……老婆，你是不是还在生我的气啊？老公，虽然我们结婚这么久了，我知道你对闪烁的灯光还有水滴声一直都很敏感，但是你从来没有告诉过我真正的原因。这样想起来，我好像真的很不了解你。或许我们从一开始结婚就存在着一些问题，只是我一个人陷在这荷尔蒙里面，忽略了很多很多的细节。老婆，小时候只要我犯错，就会被我爸禁闭起来。我被关在一个黑暗狭小的房子里，屋顶的灯光不停地在闪烁，还有永无止境的滴水声。我哭着喊着，但却没有人来救我。老婆，不是我不想告诉你这些，而是我每次想起来，我都好像在重新经历那段过往。我永远都被困在那个水牢里。没事了，别说了。老婆，可是你知道吗？我有了你以后，有了我们家，那些噩梦就好像离我远去了。可是不知道为什么，这些噩梦最近它又回来了。老婆，我错了，这几天你不搭理我，我很害怕失去你。你再给我一次机会，我一定不会再让你难过了。没事了，都过去了。姐妹们，男人的发誓和狗仗没什么两样，他们谈不上女人一样叫你楚楚可怜的求饶，你都不要心软，不要伤心。不好意思啊，我刷视频忘记关静音了。你们继续。我先去帮你拿冰敷袋，快。你的出息很碍事，我会想办法让你离开这儿。若云姐，上次《Vogue》杂志的采访稿写出来了，你看一下。就放那儿吧。小曼，你还有什么事吗？若云姐，我能不能跟你预支3个月的工资啊？预支工资？我男朋友的公司资金周转出了些问题，我想帮帮他。哦，预支工资是没有问题，但你要不要了解一下他是因为什么原因导致财务问题啊？反正他就是说最近项目亏了点钱，手头有点紧。不过你放心，等跨过这道坎，我们就结婚了。结婚啊？小曼，我以我过来人的经验跟你分享，结婚这件事情呢，你还是得慎重考虑的，至少你要搞清楚自己面对的是人还是鬼。这次我就先给你批了，别傻乎乎被人骗了。谢谢若云姐。哎呀，小曼呐，你说这有些人还巴巴劝别人，这自己也不知道跟哪个男的认识没多长时间就闪婚了呀。我先走了。你耳朵是很闲吗？老爱听人讲讲。哎，我妈给你拿的果干。这么多，还是王姨贴心。我还想着说，等我有空的时候再去看看她呢。我妈就知道你爱吃。王姨，我正在跟商议聊到你呢。哎呀，我听小顾说呀，你怀孕了，没想到啊，一转眼你就要当妈妈了。顾言成给您打电话了。怎么样？这孩子到家后还可以吧？都挺好的。他呢，虽然走路有点跛，但是呢，人老实，做事也踏实，是不是？哦，王爷，不好意思啊，您刚刚是说苏璇走路有点跛吗？就是因为这跛腿的事儿啊，他不知道受了多少公主的冷眼呢。他不是苏璇，那他是谁啊？小毛病，电源接触不良。你们这种灯具都是原装进口的，以后有问题要找我们专业的来修啊。我们没有修过呀。不可能，你们这个灯管一看就被人动过，接口都是松的。我妈跟你说什么了？脸这么白？
哎，你干嘛去啊？没空跟你解释那么多。有这么急呢？保险柜里没有关于顾云琛的东西，他藏得很深。哦，对了，你那里要抓紧时间，他已经知道我是谁了。你为什么要这么做？我认为这才是他们正确的摆放方式。什么意思？天作之合是维米尔写给他新婚妻子的浪漫情话，但你知道吗？婚后不久，他就出轨了一个酒吧的侍女，从此夫妻二人反目成仇。他的妻子将画作对调，以此明志，与他终生不再相见。所谓的浪漫爱情，不过就是那些画家名流们他们编造出来的婚姻遮羞布而已。你真是好见识。既然你有这么高的艺术品味，我不懂，你为什么要冒名顶替管家？这样不会太屈才吗？说，你接近我们到底有什么目的？我是该笑你傻，还是笑你天真呢？这么久了，你难道都没有发现我的目标一直都是你老公啊？我不管你是顾延城在外面的哪一号女人，也不管你到底想做什么，我都不会让你得逞。对你婚姻这么有信心，还是你只是不甘心啊？这是我的家务事，轮不到你管。大小姐，你没有打过人吧？要不要我教教你怎么有理？我警告你不要太过分！趁我还没有追究你冒名顶替管家之前，你最好给我消失在我的面前。我告诉你，你不准在外面让我听到你说我们任何一句的闲言闲语，不然我绝对不会放过你。像你这样事业有成又美丽的女人，面对男人出轨也这么可悲，宁愿守着虚假的婚姻，也不想被我们看了笑话。说够了吗？你被解雇了，请你现在立刻把你的东西收拾好，给我滚出去！现在！哼！啊，我难得做一回好人，就再提醒你一句：你以为你的老公只是出轨这么简单吗？什么意思？你被解雇了，请你现在立刻把你的东西收拾好，给我滚出去！现在！啊，我难得做一回好人，就再提醒你一句：你以为你的老公只是出轨这么简单吗？什么意思？什么意思啊？上哪儿去啊，美女？要不要我送你啊？别得意的太早，孟雨，这绝不是我们见的最后一面，我会回来找你的。好啊，那我可等着你了，小保姆。你最近怎么回事？业绩上不来，就给我去死吧！没有价值的人，就没有存在的必要。这个月该交的我会交的。是你啊！你被发现了。顾元成很不好对付，在他家里也搜不到更多有用的东西。现在的问题是温若云还没有醒，我们得想一下接下来该怎么办。我有新的发现。我们让顾元成没办法一次性卷走温若云所有的钱，他现在在卖珠宝变现。这次没能叫醒温若云，怎么办？女人一旦恋爱脑起来，真的没得救。我们再给她创造最后一次机会，如果她还是执迷不悟，就不用管她。怀疑的种子已经种下了，那就让她再乱一些。谁打来的？骚扰电话。之后我会重点跟一下这个人。
你是在打发要饭的，还是入戏太深下不了手啊？我给你定下的指标可不止这些啊！怡姐，再给我点时间。给，3天。喂，老婆，我这临时有点事儿，要出差。你要去几天了？3天。老婆，我给你热了碗补品，咱们吃完了再睡。来。我有件事情要跟你说。我把苏洵给辞退了。你不问我为什么？你才是这个家的女主人，你决定就好了。再说了，你把苏洵辞退了也好，咱们就可以关起门来，过好咱们的日子。你说的也对。怎么了？老婆，不行，你现在还怀着宝宝呢。你现在是不是对我一点兴趣也没有？那怀孕的期间我还会变胖变丑，你不就会背着我对？哎呦，老婆，我都向咱妈保证过了，我绝对不会再让你伤心难过。再说了，无论你变成什么样，我最爱的都是你。你不会再骗我？我啊，看你现在就是有点孕期焦虑症，所以咱赶紧吃完，赶紧睡啊！来，来，多吃点啊。顾延成，你为什么不接我电话？我现在很痛苦，你知道吗？等那酒醒了再说吧。我不管，你要是再不出现的话，我就跟别人走了。好了，别等我。你终于肯接电话了。你是谁？你对我近期的提醒还满意吗？你是发给我照片的那个人？不止照片，你老公丢掉的衬衣也是我替你捡回来的。你想要什么？钱？温若云，你可真是可怜的只剩钱了。我的目的很单纯，就是想帮你一把。帮我？我发你一个定位，要不要去你自己决定。你怎么喝那么多？啊，顾延成，我就知道你不会丢下我不管。赶紧回去啊！我还想喝。就是你抢我姐妹男人是吧？你姐妹男人，看见没？这才是我男人呢。你姐妹男人能长这么好看吗？我们认错人了。你真的是饿了什么都吃得下去，这么老的男人你也下得去嘴？
小妹妹，你敢说他老？我腻歪了吧你？我就说了他。你给我这！这你女人啊，敢动我女朋友，你是不是活得不耐烦了？你他妈谁啊？说神经病啊你！让你抢男人，让你抢男人！没事吧？燕飞，燕城，亲爱的，谢谢你的礼物，我很喜欢。你别客气，上次的事还要谢谢你呢。哎呦，小曼，这么开心啊，姐姐！商略，新买的包，谁送的？男朋友。商略，你没听说过吗？包治百病。又幸福了，小曼。嗯。行，差不多赶紧下班了啊。啊。你去哪儿了？我醒来没看到你。我去忙了一点展厅的事儿，来不及跟你说。都处理好了吗？顾延成，你现在还不对我讲实话？你明明去找了妍飞，你明明和他，你们两个为什么要这么对我？若云，我这3天都没怎么合眼，除了一直忙展厅的事儿，还设计了一幅图稿，它叫《天生一对》，就像我们。你看，原谅我的一厢情愿，我真的太累了。那这个天生一对也是骗我的，对吗？老板，不上班在这坐着晒太阳啊？心情不好，出来透透气。昨我听我妈说，你要了苏洵的照片，怎么了？一点私事。我前几天吧看见一段话，说即使你走进了婚姻，最后也不一定能幸福，因为这个世界上没有完美的人，也就没有完美的婚姻。当然了，商誉除外。那照你这么说的话，即便我遇到一个再完美的人，我也不一定会过得幸福快乐。也是，感情恩爱甜蜜的时候，恨不得把整颗心都给对方，但遇到了背叛和欺骗，想杀死对方的心都有。可是万一对方死了，我又会觉得那只剩下我一个人怎么办？我想，这就是婚姻生活的真实写照：一边嫌弃仇恨对方，一边又依赖捆绑。是不是婚姻的写照我不知道，但一定是你的写照。这就是婚姻生活的真实写照。一边嫌弃仇恨对方，一边又依赖捆绑。是不是婚姻的写照我不知道，但一定是你的写照。你看啊，中医上讲，体弱则脱情。这个你在感情中容易陷进去，迷失自我，本质上来讲是因为你肾虚，喜欢过度奉献，爱自我感动，也是因为你肝和肺的相互影响。爱幻想，爱把所有的过错都怪在自己身上，是因为你气血虚。所以综上所述来说，你恋爱脑长出来，就是因为你有病。所以我有病？嗯。我还以为是我贱呢。那倒也不至于啊。那你跟顾彦成你俩怎么着？离婚吗？如果你要是离婚的话，我也可以成为一名光荣的离婚律师。我不知道，我现在就想说我要理一理我的思路。好，我陪你一块儿。我是老板还是你是老板啊？我给你开公司，你不用上班吗？啊，好痛！万恶的资本家啊，连带西魔芋也不上，这杯你请啊。你帮我拿去水房过一遍，不能让一姐知道。我说哥，我看你是演了太久，忘了自己到底是谁了吧？
这么些年了，大家的目的就只有一个：求财。你帮我，我给你这个数。你是干脏活的，这可比一姐给你的多多了，你得多替自己考虑考虑。一定有什么见不得人的事情。大家都收到了吧？收到了，收到了，出发吧。是。哥哥，处理好了，已全部换归档加黄金。明白。看来是通过分散账户买黄金，来帮他洗那天卖珠宝的钱。你家之前那个管家跟踪我，现在落我手上。把他带过来，我来处理。辛苦了。你打算怎么处理他？我有我的安排，你先回去吧。这儿的事，你不要跟一姐说。不得不说，你整过的这张脸还挺耐看的，佳怡。孟雨，我知道你在暗中调查我的事情，也知道昨天晚上那伙人是你找来的。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再也别绕弯子了，你破坏我对温若莹婚姻的目的是什么？报复我？报复？你明知故问吗？林佳怡，之前的事算我亏欠你的，只有3000万，你拿走，就当是我对你。别他妈给我提钱！你以为我就臭个拿钱就能抵消吗？你欠我的是人命，是我没有送生孩子的命！林佳怡，冷静一点。你现在还活着不是吗？至少你现在还活着，就应该珍惜着来之不易的重生。你到底想要什么呀？你想要孩子的话，我可以再给你啊。你想要爱，我们可以重归于好，我会加倍的对你好，啊？你真让人儿气！我是真心的，凤雪，不要再追究下去了。那我告诉你，我会亲手把你和你的同伴送进监狱，我会让你生不如死。既然你是这个态度，你今天走不了了。等我处理完这一切，我就会放了你，这也是为了你好。你跟他真有什么关系啊？他居然愿意给你3000万，不然这样，你把他的秘密告诉我，我就放你走。你们这群人渣狗咬狗去吧，我什么都不会告诉你。你不说啊，我也有办法让你开口。这是什么？想干什么？又要放火烧我了是吗？我知道是你撞的我，我会杀了你，为我的孩子报仇。
居然是你，你居然没死，林佳怡。好啊，上次你没死成，看这次你有这么好的运气没有？只要你自己能走出这个门，我就放你走。走啊！别那么着急嘛，难怪他对你那么好。你看你这张脸，越来越漂亮了，也越来越诱人了。算你走运，等我回来再收拾你。你怎么这么久才来啊？路上有点堵车，怎么了？增着急了？你脖子怎么了？你刚刚是不是跟哪个女的去鬼混了？不是，我最近有点皮肤过敏。你怎么还怀疑我呢？你都不关心我。哎呀，我不是这个意思，我只是太害怕失去你了。小傻瓜。对了，这个呀是我给你准备的惊喜，看看喜欢吗？喜欢。可是这个会不会太贵重了？不会，你帮我凑齐了30万的资金缺口，让我挣了500万，这个呀是你应得的。那我要发个朋友圈好好炫耀一下。你懂规矩的啊。知道你低调，不会落到你脸的。哎呀，怎么这么倒霉啊？什么事都被我碰上。是不是？喂，张哥，问你个事儿啊，DT 珠宝告我们抄袭，律师函你收到了吗？啊，你们没收到是吧？行，知道了。DT 珠宝的律师函已经发过来了，告你抄袭。你知道公司正在因为你面临巨额的赔偿吗？律师函？好啊，温若云，搞事情搞到我头上来了。我听王姨说，今天是您和顾先生共同的生日，我给你们准备了一份礼物。温小姐，细想下来，似乎从他假借苏洵的身份出现开始，我跟顾言成的婚姻就开始逐渐分崩离析。我难得做一回好人，就再提醒你一句，你以为你的老公只是出轨这么简单吗？暗地里跟我通话的，究竟是不是他？他和顾言成之间到底有什么关系？王姨，啊，我是想问你，你有没有苏洵的居住地址？因为他请病假了，我想说去看看他。那我再等您发给我，谢谢。好啊，温若云，我找了你那么久，原来你在这儿。对你我还需要躲吗？好啊，温若云，我找了你那么久，原来你在这儿。对你我还需要躲吗？你说你一个堂堂的温氏集团 CEO， 伪造证据，捏造律师函，你觉得这件事情传出去，丢脸的是你还是我？我都还没嫌你丢脸，你就先来找我。
你跟顾延成的那些破事，我都没有说出去，已经是对你够宽容了。宽容？对我？你为什么不去对付顾延成啊？什么都针对我，就是为了保持你和他美满的婚姻，还下作到找人打我。你真是虚伪的让人恶心。你在说什么？谁对你有气那么理直气壮的？梁静茹吗？妍飞，你凭什么这样对我？疯子！你和顾延成一样都是疯子，表面上和善温柔，背地里勾心斗角。小三，小三，小三这2个字我听够了。你知道吗？是我先认识的顾延成，你才是那个小三。你在说什么？我真的受够了。这季我们的设计理念是源自于新晋影后夏若妍女士的爱情经历所开发的一款钻石的产品。那么这段感情在经历过坎坷和互相猜忌之后，最终还是获得了美好的结果。所以我觉得这一系列的珠宝应该能够非常好的体现这份感情的不容易。谢谢大家。本来咱俩可以一直做无话不说的闺蜜，可是后来你成了温总，闺蜜变成了老板，让我觉得我们之间的距离变得好遥远。都说机会是留给有准备的人的，可是不管我怎么努力，都比不上你。那时我刚结束一段感情，我知道我的心态失衡了，但我没有办法控制。在我极度疲惫，想要找人倾诉的时候，我遇见了顾延成。小姐，你还好吗？不开心的时候，可以去触摸一些柔软的绒毛。我对他一见钟情，跟他分享我生活中的每一件事情。那段时间，我和他真的很开心。怎么又不开心啊？我老板让我找维米尔的天作之合，可是我哪知道在哪个收藏机构手里啊？我上哪儿给他找去啊？这么巧合的吗？刚好我有一个朋友拿到了维米尔的画展授权，其中一幅要展出的就是亲吻玫瑰的男人。真的吗？延成太好了，你帮了我大忙。可谁知道，那天的画展我因为加班比你晚去了一会儿，等我赶到的时候，就看到你俩眼神都快拉丝了。我要是知道你们俩会在一起。顾先生，这是准备去哪儿啊？下班回家。过了今晚，你觉得还有家可以回吗？顾先生，需要打电话报警吗？哎，报什么警啊？我们跟顾先生都是好朋友。顾姐，你先下班吧。立哥，在小姑娘面前挺会装的，你们也学一学。顾先生时时刻刻都做体面人。立哥，这还没到12点呢，你现在就来催，不太地道吧？你账户里1毛钱都没有，你准备拿什么还？我会想办法的。行。今晚要是还不了钱，我们可以代忙找你有钱总裁的老婆要这笔账，说你偷偷把他的房子抵押。立哥，你不能告诉他。明天我一定还。明天。哎，立哥，明天我一定还你。立哥，明天。信贷公司的人已经过来把顾延成揍了一顿。好，我知道了。顾延成被打了，真可惜，我没有当面看到他跪地求饶的样子。很好，温若云，你的善良终于长出了牙齿。接下来，你只要死死地咬住猎物，看他们慢慢垂死挣扎就好。我让你给我转500万，为什么不转？我今天付了下盘，造成现在这个局面，都是从你管不住自己下半身开始闹出来的幺蛾子。你得自己想办法填这个窟窿。我告诉你，传承了大家都得死。死的只有你。真他妈够狠的！
老公，你怎么不开灯啊？先别开。老公，你的脸怎么了？没事，就是有个老客户不满意买回去的沙发，找人来闹。我明天去一趟桃城解决这事儿。老公，要不这样吧，你把展厅关了，我养你。老婆，谢谢。我去帮你拿药。疼吗？没事。我轻一点啊。老婆，我轻一点，轻一点。顾延长，要让你再疼上10000倍才够，我亲爱的老公。老婆，那我走了。嗯。照顾好自己，注意安全。注意安全，拜拜。阿赫，有人在跟踪我，你帮我盯一下。喂，若云，你那边现在什么情况了？顾延城这边拿了一个黑包从敬老院出来了，估计里面应该是黄金。看样子这敬老院应该不简单，我再跟一下，你等我消息啊。你小心一点。您好，您拨打的电话已关机。您好，您拨打的电话已关机。佳怡，我打给商宇好多通电话，他都没有接，我担心他出事，想去一趟桃城。我和你一起去。啊。商宇定位的地方就是这里，没错。哎，他最后发的这条是什么意思？不知道。姐姐，不好意思，我想请问一下，你今天有没有看到这个人？没印象。啊，再问一下顾延城。那这个人你有印象吗？哎，这个不是小文吗？这个孩子很有孝心的，每个星期都来看望他妈妈。他有个妈妈在这儿。哎呀，老太太得了老年痴呆，就住在里面那个房间。谢谢，谢谢。你们找谁啊？这里是特护区，不能随便乱进。我是小文的妻子，我们来探望我的婆婆。小文每个星期都来看她妈妈，还特意嘱咐亲自来打扫房间卫生，其他老人羡慕的哟。啊，对了，我特别感谢你平时照顾婆婆，这是一点小心意，我想要跟她单独聊一下。哎，你这是干什么？这个我们不能收。啊，那这样吧，那你们先聊，我先出去啊。谢谢，谢谢啊。
没想到顾言成的亲生母亲在这里，看来她就是周兰。直到这一刻，我才发现我们从没触及到顾言成深埋的秘密，他隐瞒的真相，也许就藏在这个老人身上。周兰，我是顾言成的妻子，想陪你聊聊天。阿姨，您能不能和我们说一说关于您的儿子小文的事情？小文，对，小文别怕，别怕，妈想办法，妈有钱，妈有钱。阿姨，别怕，别怕，小文很好的。阿姨，你别紧张啊。我儿子不见了，我儿子不见了。没事的，阿姨，没事的，没事。阿姨，小文很好的，好，阿姨。小文，看来无法从他这里问到顾言成的事情了。但如果少爷都查到这里来，他会不会出事？身边的人说没有见过他，他应该没有来过。他可能是有什么事情耽误了，你别吓唬自己。你看，我说吧，他没事的。若云，我们既然来了，不如看一看顾言成把这批黄金到底藏在哪儿了。好。若云，找到一部手机，打不开，这是坏了还是没电？我去借一下充电器，充上电再试一下啊。小文，阿姨，没事的，小文没事的，你别担心啊。你先坐下，好好休息啊，没事的。大哥，啊，你有这种口的充电器吗？等一下，给。啊，谢谢啊，借用一下。回去！快拿钱来赎你儿子！你儿子赌博输了一屁股债，晚了就见不到人了。拿钱救我！他们会打死我的！放过好不好？这看起来不太像在国内啊。是。原来这就是顾言成藏在心中的秘密。我一直知道他小的时候有心理创伤，我以为那是他父亲给他体罚的，但我没有想到事情的真相是这样。我看过很多这种案例，境外的诈骗组织，他们通过录制这种威胁视频去勒索他们的家人，但是一旦尝到甜头，就会立刻加码。所以我猜测，他们收到钱之后并没有放走顾言成，所以他的妈妈才会变成现在这样。所以那些人才可以为了钱不择手段。你让我跟我儿子说两句话，我求求你们不要伤害他，我求求你们了，你们要多少钱我都给你们。不要打，不要！求你了，死你了！求你了，别打！儿子，你在哪儿？你快告诉妈，你在哪儿啊？行，起来！我回去！快拿钱来赎你儿子！你儿子赌博输了一屁股债，晚了就见不到人了。妈，拿钱救我！他们会打死我的！可不可放过好不好？我去，跟我回去好不好？我给你们，我现在就给你们，你们什么时候能放我儿子回来？我就喜欢这种给钱爽快的。不过你儿子还欠了300万赌债，什么时候还清？我们什么时候送他回喽？300万。他是个可怜人，心心念念着自己的儿子，没有想到却变成这样。我根本不会让你去那个画展。你知道我看见你俩在一起的时候，我有多怒火中烧吗？我根本不知道你认识顾言成，我也不知道你对顾言成的感受，你从来没有告诉过我。因为我自卑，魏若云。你什么都比我好，长得比我漂亮，出身比我好，我什么都没有。我以为我可以得到这世界上最完美的爱情，可是你还是抢走了。为什么？你为什么要让他那么做啊？小虎子，我没有，所以你就只是因为一个男人，把我们10年的情感踩在脚底下。
根本什么都不知道，你根本就没有把我当朋友。你就是跟郭延成一样，你是不是像所有人一样，只是看中了我的利用价值？温若云，到现在这个时候，你怎么还那么多道理呢？道理不在你这边吗？我恨你，温若云！哎呀，不好意思啊，你说的那个威米尔画展我记不太清了，我们这里有一些之前画展的那个记录，你可以翻一翻啊。谢谢啊，不客气。所以威米尔的画展是郭延成办的？我们这里偶尔也会有一些私人承包的画展，根本没有所谓的天作之合，浪漫邂逅、意外重逢，全部都是假的。顾延成，你从一开始就在骗我吗？乐园，我把苏群家的位置发过来了。苏璇，苏璇，我不是来追究责任的，我就是想跟你聊聊。我们没什么好聊的。你不用躲我，我什么都知道了。温小姐，我跟他真的没有什么关系。您要真说有关系的话，那我顶多算是跟他做了一笔金钱交易。只要你答应让我用你的身份去温若云家做管家，那这些钱都是你的。除此之外，管家期间所有的工资我照样给你。我知道，你老公最近生病了，家里很需要用钱。好吧，既然你不同意，我就不勉强你了。等一下。你不会用我的身份做不好的事吧？放心吧，我只是去见一个老熟人。他是不是用我的身份做什么不好的事情了？早知道我就不该为了那点钱答应他。这要是让我大表姐知道了，非得找我算账不可。你别跟王姨说，她年纪大了，我不想让她担心。所以你跟那个女人只见了一次面，她有没有拿一些其他东西给你？有，她给我的那笔钱里面夹了一张照片。我怕他来找我，我就一直帮他收着呢。他跟我说过，他叫林佳怡。林佳怡，我知道去哪里找你了。这怎么回事？林佳怡，林佳怡，来，你怎么了？你少装模作样！要不是你把我捆在这儿，我又怎么会被那个人渣欺负？对不起啊，我不知道阿赫会背着我做这样的事。你赶紧走吧，要是阿赫把你没死的事情说出去，就算是我也保不住你。你自己好好考虑考虑，拿了钱换个地方好好生活，我带你答复。顾延成，我跟你说话呢，顾延成，你知道温若云怎么对我的吗？他当众侮辱我抄袭，让我在那么多人面前丢面子。走不进的世界就不要硬气了，难为了别人做践了自己，何必呢？连你也那么说我是吧？我对你不好吗？顾延成，你也这么说我？这些照片哪来的？我不知道，别人送的，就在我家门口，还有在你家的耳环一起送过来的。耳环？林佳怡，你还真是油盐不进，我明明都已经放你一马了。你不会去找温若云了吧？你干什么？你能捅我的放手！我找他怎么了？我找他怎么了？他那么欺负我，我就不能找他是吗？我已经把我们的事情一五一十的跟他说了。你知道当时他知道后的表情吗？真是太好看了。
那是他活该。你这个蠢货！柯延成，你骂我，你骂我蠢货。我为了你没了10几年的友情，我为了你被别人口口声声骂小三，我对你的爱已经快耗尽了。你是说过要带我远走高飞，现在呢？你到底要我怎么样？顾先生，沈小姐来了，要让她进来吗？哪个沈小姐啊？若云姐的助理沈小曼。把她带出去，从后门走，别让沈小曼看见。顾延成，你去哪儿啊？顾延成，菲姐。菲姐，对不起，我不小心把你包落在里面了。你怎么那么笨呢？050824，开了，拿吧。师傅，麻烦把他送到猎兰小区3号楼。好，谢谢。不客气。小曼，你找我？顾先生，我能不能跟你商量一下，把之前从这买的沙发退回来？是沙发的质量有问题吗？不是，是我最近遇到点难事，急需用钱。你放心，我一直很珍惜那个沙发，一点都没有弄脏。按理说我不应该同意，但你是若云信任的人，我就破例帮你一次。真的吗？那太感谢您了，我马上找人把它打包好退回来。你可以先验货再退钱。太感谢您了。不客气。阿赫，你别把沈小曼逼太紧，她是温若云身边的人，你别坏了我的事。还用得着我来坏你的事儿啊？你这都多久了？你还行不行啊？我看都快黄了吧？你也没他们说的那么厉害。我告诉你啊，我搞定那秘书只用了1个月。一姐不过让你操100万的班，你什么时候够得上我这个级别了再来给我叫板？你还跟我起上范儿了？那我要跟你掰扯掰扯了。你瞒着林佳怡没死的事儿没告诉一姐。我说阿文，你现在胆子可是越来越大。林佳怡的事我以后再跟你算。你现在还没搞清楚状况吧？他的3000万去填林佳怡的债，你觉得一姐要知道他会怎么做呢？你到底想要什么？就要你手里那3000万。3000万我给你，你把林佳怡借钱的电话发给我。好。你终于找来了，我等你很久了。进来吧。别害怕，这些东西伤害不到你。你处心积虑地接近我，把我引到这个地方，用各式各样的手段来激怒我、挑衅我。你就这么迫切地想要毁掉我的婚姻吗？小小气。林佳怡，你到底监视我们多久了？你倒不如问我，我是什么时候认识的顾延成？1年前，我还不是现在这张脸，他也不叫顾延成，他叫孟雨，是美容器械的投资商。直到后来我才知道，他所有的信息都是为我量身打造的。我们从网恋发展到线下，见面之后很快就相爱了。他真的很懂女人，幽默多金又帅气。他让我觉得，我们是命中注定的一对，天作之合，命中注定。后来，我怀孕了，他承诺过要和我结婚，还让我拿出3000万做投资支持他的创业。我听了他的话，我抵押了美容院，拿出我当时所有的积蓄支持他。您好，您拨打的电话已停机。The number you
直到法院查封了我所有的资产，我才知道我被骗了。所以，你费尽心思就只是为了报复顾延长？你到底想要什么？你如果是要钱的话，我可以补偿你。你以为他只是骗了我的钱吗？我这满身的伤痛都是拜他所赐，你还觉得你补偿得了吗？可是你从一出现就带着谎言，你现在告诉我顾延成编造了这些，我要怎么相信你？我知道你不会相信一个外人指摘你的婚姻是一场骗局，所以我让你自己亲自去体验，一点一点揭开真相。等到你体会到像我一样的切肤之痛，你才能从虚假的甜蜜中清醒过来。但现在你说的这一切，都只是你单方面指控。我怎么知道你不是因为失去了顾延长，你想要把他夺回来，所以你……我再说一次，我不是为了得到他，我要毁了他。温若云，你以为你肚子里的孩子是意外到来的吗？不，这些都是他的手段，他就是要用这种方式牢牢地拴住你，让你听话。因为我们都一样，孤身一人，没有父母，却手握着让他们垂涎的财富，是他们最好的下手对象。我相信不可能。就算你刚才说的都是真的，但你说到这里我就不信了。我不相信顾延成有那么丧心病狂。你不信？那你猜一猜，等到从你身上再也榨取不出任何价值的时候，他会对你做什么？我意识到我被骗之后，我找过他，结果却被他的同伙制造出车祸，差点被烧死。不过好在老天怜悯我，让我活了下来。所以，这么久以来，一切都只是一场骗局。他对我一点感情也没有吗？顾延成的厉害之处，就是在于他从细做全套，一旦确立好目标，就会让对方吃着爱情的饲料，掉进情欲的迷宫里。顾若云，如果连他的爱都可以是假的，你身边还剩什么是真的？如果你还不相信我，你可以自己去验证。但是我的今天将会是你的明天。外面是谁？你招惹到什么人了？我欠了点钱。林佳怡找你可真费劲啊！力哥，我家今天来了客人，我们的事情能不能明天再聊？正好啊，不耽误。如果这80万还不着，谁都别想走。这是我的事，和他没有关系。钱我会想办法还给你的。若云，快走。80万是吧？正好给我转给你。啊。收到了吗？收到。林佳怡啊，以后缺钱了还可以找力哥，一起给你打车。走。钱我会想办法还给你的。不用了。你今天说的所有事情都太离奇，我不管你跟顾延成有什么样的过节，我都不是你可以拿来利用他的棋子。而且，我也决定跟他离婚，别再纠缠了。我曾那么奋不顾身的奔赴以为的真爱，但现在感觉当时的奔赴更像是在飞蛾扑火。林佳怡说的没错，我现在连一个能诉说的人都找不到。当初以为爱情是真的，而现在呢？只有受了委屈，自己忍着是真的，欺骗也像是真的，其他都是假的。你到底给我若云说了什么？还能说什么？当然是把你对我做的事情一五一十的告诉他。怎么，害怕了？林佳怡，我多少次想放你一马，是你自己不珍惜机会。既然你要跟我作对，我也不会再手下留情。你以为我还有退路吗？我告诉你，就算是死，我要拉着你一起下地狱。我告诉你，现在我若云不见了，她要是出了什么事，你也是凶手。
追到这一步的人是你，他要是出事了，该陪葬的人也是你。我看你真是疯了！郭延成分身乏术，要不要趁现在进去？行动。温氏珠宝员工信息表，顾延成要这个做什么？在我姐姐走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冰箱里的东西放到编织我都舍不得扔，因为我知道那是她留下的最后的味道。如果我扔了，就再也没有了。后来，我在给我姐姐收拾遗物的时候，催债的找上门来，我才发现，我姐姐根本就不是为情所困。我找到了她的日记，从里面了解了她跟那个男人交往的始末，我才知道。他到底经历了什么？我遇到一个高学历又帅气的男人，我和他聊了很多，我发现我们的想法十分同频，就像天作之合般匹配。你是哪人啊？你在国外工作吗？环境看上去好棒。这么优秀的男人竟然为我展开猛烈的追求，让我有些自卑和胆怯。他告诉我，有时候缘分来的就是这么突然，遇上合拍的人千万不能错过。所以我鼓起了勇气跟他在一起。他向我描绘我们婚后的美好生活，我感觉自己像是着了魔一般对他痴迷。老婆，我这个项目还需要20万去投资。怎么又让我拿20万去投资啊？老婆，你听我说啊，现在投资行情特别好，我是心疼你赚钱辛苦，才会建议你跟我一起买币做投资。你不能为了钱拼命去工作，要想办法让钱为你工作。真的，你只要再投20万进，就能拿到100万的回报啊！可我哪还有20万呀？我之前给你的80万已经是我的全部积蓄了。你到底什么时候会过来见我呀？我这不是在忙项目吗？等我做完这个实验项目，我就回来见你了。到时候我带你去见我妈，按你说的，我们在海边举行婚礼。不过你现在得听我的，要想办法再拿20万出来，实在不行就是网贷吧。啊？网贷？不行不行，这投资万一亏了还不上，我上哪去凑这20万呀？有我在，怎么会让你吃亏呢？你要实在不信任我的话，咱就先暂时别联系了。我不想跟一个处处怀疑我、不信任我的人在一起。所以，那个欺骗你姐姐的男人就是顾延成。你要实在不信任我的话，咱就先暂时别联系了。我不想跟一个处处怀疑我、不信任我的人在一起。我不想失去他，所以按照他说的先来网贷追加投资。钱打出去之后，他却彻底消失了，我打不通他的电话，社交软件也被拉黑删除。别以为赌场里面不出这么一事，赶紧还钱，信不信我弄死你！开门，开门！欠我20，就当没事了啊！你还有你妹，有不知不晓的，信不信我把你卖到泰国去啊？
我借了那么多钱，催债都已经找上门了。我对不起欣欣，我已经没有颜面再活下去了。所以，那个欺骗你姐姐的男人就是顾延长。一开始，我也不知道他是谁，我用了很多种方法调查，也只查得出这个人的 IP 是在东南亚。或许是我姐姐的在天之灵帮我，让我在一个视频当中听到了他曾经对我姐姐说过的话。哇，这男的好帅啊！他是干什么的？哦，帅，好帅啊！要想办法让钱飞工作。现在投资行情手机谁啊？我是心疼你赚钱辛苦，才会建议。这是我手机。姐，你放心，我一定会替你复仇的。我叫文心，是来应聘助理。文心，这个东西你们可以看一下。我在你们去桃城的这段时间里，拜访了这个名单上面所有的女人，我发现她们有一个共性，都曾去顾延城那里买过沙发。什么？之前我在他的工作室发现过一份温氏珠宝的员工名单，一开始我不知道原因，当我拜访到沈小曼家，得知他的死讯，我才把这一切串联起来。原来他是在精心挑选猪仔，输送给境外的团伙。境外？没想到我们经历的不仅仅是婚恋诈骗，而是一场境外他们有预谋、有组织的大型骗局。在他们眼里，我们都是待宰的猪仔。所以小曼，她不是失踪。都是因为我，是我姐姐害死了他们，都是因为我那么相信顾延城，都是因为我亲就嫁给了他，才让他有机会在我身上吸血。我死那些女孩还有小曼，都是我的错。不是的，若云姐，这一切都是顾延城的错，跟你有什么关系？对，错的是顾延城他们，是他们利用我们的感情欺骗我们。不要担心我没有事。但我刚刚发现到了一个问题。什么问题？可能不止小曼，可能还有很多女孩子都，她们可能都正在遭遇着恋爱交友的诈骗。我必须要回去，我要回去搜集更多他的犯罪证据，将他们绳之以法。不行，我们现在和顾延城已经互报身份了，你回去太危险了。是啊，若云姐，一定还有其他办法的。我必须想办法，我必须要回到他的身边，不然那些女孩子，她们本来应该有很好的生命。可是，佳怡、文心，你们都不要再劝我了，我已经决定好了。好，那我支持你，但是你一定要确保自己的安全。若云，我在你的手机里下载了一个实时监听的软件，你现在测试一下。顾延城，你给我等着！从现在开始，我们俩会轮流监听，对你进行实时保护。如果发生任何的问题，我们会立刻赶到。如果张宇回来了，记得联系我。好。已经发生了，你就别多想了。我先忙工作，回头再聊。这个蠢女人，果然会按照我的预想，说了不该说的话。
既然他已经坐实了杀人动机，那接下来就好办多了。我只需要引诱他对温若云动手，而我在事后扮演难过绝望的丈夫，完美继承妻子的遗产，没有人会想到是我干的。干得漂亮啊，顾远成。文心啊，我胃突然间有点不舒服，你帮我跟顾客沟通一下，把到店体验的时间往后移2个小时。嗯，好的，顾先生。你帮我再去青年路那家砂锅粥店买1份粥回来，他们家不做外送，辛苦你了。嗯。他来回至少需要2个小时，对我来说时间正好。你这准备逃难？我不能再待在这里了，温若云肯定不会放过我，我不想坐牢。你说我干嘛不服软呢？你要不要跟我一起走？我们一起出国。我得把东西收拾好，不然的话跑不掉。你先冷静一点，啊！你现在知道怕了也没用啊，还不如坐下来，好好想想以后的路怎么走。盘算？你不是说要跟我一起走的吗？走不走？我是很想跟你一起远走高飞，可是你也知道，我现在有了牵绊。温若云有了我的孩子，我怎么可能那么轻易的走掉？但是如果没了这个孩子，我自然而然能跟你去任何地方，一起远走高飞。只要孩子不在了，就可以远走高飞了。只要没有孩子，你就能跟我去任何地方。只要孩子不在了，就没有什么能阻挡我们在一起了。是啊，只要孩子不在了，我们就可以远走高飞了。孩子，妍飞，妍飞，妍飞，你要干什么？你冷静点，你冷静点。一切都是你逼我的。妍飞，妍飞，你疯了！跑什么呀？妍飞，只要你的孩子没了，我就能和顾言成在一起。你不要相信我，才不要在一起了！跑什么呀？为什么要跑？妍飞，很幸福是吗？你知道原本在他身边的应该是我，可是应该是我。妍飞，你冷静一点。温若云，你明明什么都有了，为什么还要跟我抢顾言成？妍飞，顺便帮我把妍飞也解决掉了。连老天爷都站在我这边。你可以早点下班了。谢谢顾先生。原来他是看到这儿才迫不及待的走。
老婆，你们怎么了？有没有事啊？你们别吓我！你们醒醒！你们醒醒！你们醒醒！你们……温若云，要怪就只能怪你自己。我告诉你，就算不是我，也会有别的图谋不轨的男人来接近你。如果你按照我写的剧本，乖乖的住进精神病院不好吗？非要搞得现在一尸两命，啊？还有你，你是我见过最愚蠢的女人。我随便说几句工业糖精的情话，你就酥软的连骨头都不剩，比狗还听话。愚蠢的够可以的。一切都结束了。顾延成这个剧本可真够难演的。哦，最后一步。喂，110吗？喂，你好。有歹徒。什么？有歹徒手持凶器闯进了我家，和我老婆，他们都是血，然后躺在了一起，他们好像死了。喂，先生，你听得到吗？先生，发生什么事情了？地址在哪里？先生。我老婆他们醒来了，他们在跟我玩游戏呢。怎么不继续演了？要不要让我帮你和警察描述一下你设局杀妻夺财的过程？顾延成，你真的好会演啊！我都还没玩够呢，你就那么早暴露？原来是你们几个女人联合起来骗我，没想到你们几个戏比我还好啊！算我有意思吗？有意思。顾延成，你不是说你爱我，要跟我一起远走高飞的吗？然后跟你生一个愚蠢的小孩，过完愚蠢的一生吗？原来这就是真相。你不爱我，你个混蛋！没有想到我能被你们女人摆了一道。只要没有孩子，你就能跟我去任何地方。若云姐，顾延成计划用颜飞来对付你，你一定要小心。孩子死了，孩子死了，妍飞，你要干什么？若云，你冷静一点。只要孩子死了，你冷静一点，我就能和顾延成在一起了。冷静一点，冷静一点。孩子死了，孩子死了，妍飞，你要干什么？若云，你冷静一点。只要孩子死了，你冷静一点，我就能和顾延成在一起了。冷静一点，冷静一点，冷静一点，孩子死了，妍飞，妍飞，你放手，妍飞，你放开，你冷静一点，妍飞，那怎么办？他根本就冷静不下来，孩子死了，孩子死了，你别看这是什么药？可以缓解患者的镇定剂。若云，我怎么会在这里？
顾言成他给你喂了会致幻的药，暗示你对我行凶。不可能，你骗我，不可能！妍霏，你清醒一点。你刚才企图用棒球棍袭击他和他肚子里的孩子，这要真让你得逞，牢底你得坐穿呢。孩子，有些话你听了就明白。我明明已经跟他说得很清楚了，我不可能再跟他有任何的瓜葛，可是他还是对我死缠烂打。他愿意拿出所有的钱来和我一起远走高飞，因为这些年来他一直在公司以暗中拿回扣的方式侵吞公司公款。我一直以为是你，顾言成不可能这么对我的，不可能，不可能！我去问他，他不可能这么对我的。你可以走，但你就再也没有机会看清他的真面目。什么真面目？什么真面目？你不是说顾言成很爱你吗？你敢不敢跟我们演一出戏，证明他对你的爱有多深？演吗？没关系，你也可以等新品到店了以后再来提。顾先生，你的宵夜买回来了。7点以后的张小姐不来了。好的。严成的背影，文心，若云姐，我听顾先生说您最近身体不舒服，想着你在家，就过来探望一下。你们没出国旅游吗？我们不出国了，你赶紧进来吧。谢谢，太客气了。坐。喝点水，谢谢。若云姐，我每次见到您都忍不住想夸你的项链，钻石透亮，一点瑕疵都没有，连我这个外行人都看得出来，十分贵重。我这个珠宝人听你夸我的项链，比听你夸我还开心。啊，若云姐，你的钻石上怎么会有划痕？不都说钻石的硬度非常高，很难被刮花吗？我去上一趟洗手间，你先坐。好的。统统都是假的。为什么要骗我？顾元成，你为什么要骗我？你那边怎么样了？我在收拾东西，今晚就会离开。好，我暂时还不能露面，你都注意安全。开门。谁啊？啊，我们是那个安心搬家公司。是你，林佳怡，还是被我逮到了是吧？这车你们交给我了，你看还有什么东西？放开，放开！
严城，看来林佳怡说的是真的。林佳怡，蓝海，我接电话，佳怡，这臭娘们知道你的真多呀！臭娘们早就开始调查我，你把这东西处理干净。好。上次没把你弄死，这回就没那么好运了。安妮，走。为什么一直不接电话？为什么一直不接电话？师傅，就到定位那个地方。好的。海滨路的艺术沙发展厅。我不能就这样被。谁会有备份钥匙？快出去！我扶你。林佳怡，坚持住！千万不能让他们知道我逃出来。他们？没想到，顾元生的同伙竟然敢来家里杀人灭口。我带你去医院。不行，现在去哪里都不安全。我知道有个地方可以去。谁呀？我需要你的帮助。进来再说，快！小心。
佳怡，他是商宇，是我很信任的人，你可以放心。现在就别说这个了，这什么情况？哎呀，我没有时间跟你解释那么多。他叫林佳怡，我需要你帮助我收留他一段时间。好，我先去拿药箱。对不起，我不晓得顾延成会那么丧心病狂，我会去报警，把顾延成还有所有伤害你的人都绳之以法。他们刚才销毁了我收集的所有资料，我们没有足够的证据，只会打草惊蛇。很疼吗？不会，比这更痛的我都忍受过。你说的对，我和顾延成的婚姻全部都是他精心设计的一场骗局，就连这几天我一直梦到的猪头人都是他为了加重我的病情去打扮的。你能发现这点，还不是无药可救？那我该怎么办？恐怕他现在已经开始转移我的资产。你知道我所有值钱的珠宝都已经被他调包了。我知道那笔钱，他是为了让我不要再追查下去，拿你的珠宝套现了3000万，想用来堵住我的嘴。难怪会有那段录音。不信你听。你以为3000万就能让我满足吗？我要的是你的全部。他还在我的手机里面动了手脚，把你拉进黑名单。说到录音，我有一段他和他妈妈的对话，你很有必要听一下。我想知道顾延成的所有事情，越仔细越好。这里有2张去泰国普吉岛的飞机票，你们一到普吉岛就设法让他发病，在那个地方发生任何意外都不会有人怀疑，到时候你顺利回国收盘。所以你那天开车撞我，是为了救我？嗯，你放心，我一定会查到所有的证据。你需要我怎么配合你？你现在在顾延成面前不能有明显的调查动作，我也不方便露面，所以我需要一个可以随意走动又不会被他起疑心的人。那个蛋要生一点熟一点的。你别再偷听了，等时机成熟了，我自然会全部告诉你。好吧，那你有什么需要帮忙的，你就跟我说啊。我现在确实需要你的帮忙，我需要你去帮我查一下我名下所有资产的情况，最好不要让顾延成知道。行，交给我，很快啊。行了，你快聊天去吧。啊，还有身孕呢，这还。他好像喜欢你。啊，你别误会，我跟商宇就是从小一起长大的朋友，就像家人一样信任彼此。嗯。哎，你怎么了？啊，来，没事吧？好点没？你最近有没有吃一些精神类的药物？你现在的症状很像。怎么了？老婆，你在公司怎么样？要不要我去接你？啊，不用，我现在马上就回家了。好，路上小心。你回去以后一定要小心顾延成拿给你的食物，如果发现任何不对劲的地方，及时联络我。嗯。我虽然想借助你收集顾延成的罪证，但也绝不希望你发生任何意外，你明白吗？放心吧，我绝不会再让自己有一丝的胆怯和懦弱。妈，你怎么来了？若云，你这还怀着孕呢，怎么能通宵工作呢？老婆，妈是怕我照顾不好你，这才赶过来的。谢谢妈关心。你这孩子，我们都是一家人，说什么谢不谢啊？那妈，我有点困了，我想上去睡一下。哎，我给你拿来的补品，是不是没坚持吃啊？你看这脸色这么差，快把这碗吃了，再去睡。延长。可是我工作太累了，我实在不想吃。哎呀，你要不养好身体，你肚子里的宝宝怎么能快快长大呢？老婆，你就听妈的话，把补品吃了再去睡啊！我喂你，来。好一只笑面虎，亏我还一直把你当做好婆婆，我真是瞎了眼。你回去以后一定要小心顾延成拿给你的食物，如果发现任何不对劲的地方，
及时联络我。难道这里没有问题？不是让你暂时别联系了吗？什么嘛！你怎么送我那么幼稚的礼物啊？不过你送的我都喜欢。叶薇，你在说什么呀？我说啊，你尽快解决了温若云，来娶我好不好？你怎么又不听话了？你又不听话了？怎么又吃泡面呀？都不会好好自己照顾自己啊？唠唠叨叨的，像个老妈子。我知道了，以后少吃。姐，你放心，我会照顾好自己的。我一定要好好的保护他。你说谎，回消息越来越敷衍，我们吵架越来越频繁。跟你联系话不过3句，你就让我借钱帮你周转，难道你之前跟我说的话都是假的？我现在没有钱，需要跟我分手。我在你眼里到底算什么？小曼，你别那么幼稚了。没有人规定爱情一定要从一而终啊。我们确实是不合适，早点分开，给彼此留点体面，不好吗？鬼话，别编的鬼话！我真恨自己瞎了眼，看错了人。我把你当做我的全世界，我把你当做我生命里的唯一。可是你呢？我不过就是你的一个猎物吧。我付出了这么多感情，我就是你鱼塘里的一条鱼。你收获了我的金钱，我的身体，等到我没有利用价值了，就一脚踹开。我今天总算看出你的真面目了，你就是个白眼狼，一个无情风流花心的烂货，一个专门靠欺骗感情为生的骗子。我是骗子？明明是你自己虚荣。你要不是看我家里有钱，你会跟我谈恋爱吗？我让你开心过，你也让我开心过了，你还有什么不满足的呢？混蛋！你看我这撕心裂肺、痛不欲生的样子，是不是觉得特别好笑？我告诉你阿赫，我的自尊心不是让你这样随意践踏的。小曼，你说了这么久，口该渴了吧？你要想自己死，就一边死去，少给我在这发疯！抵押的款都到账了，你打算怎么谢我呀？上次的谢礼还不够吗？那等你来了展厅，我再好好陪陪你。好，我等你。温若云，你别怪我，只有这么做，才是你最好的结局。一姐，他来了。知道了。还真是迫不及待，看来今天就是你们的猎杀时刻。老婆，你回来了。我还想着说去公司接你下班呢。不用那么麻烦。哦，对了，我刚才在外面看到一辆精神病院的车，小区是出了什么事情吗？我也不清楚，可能是谁家的精神病人要送到医院去吧。老婆，你都忙了一天了，先休息啊，我去给你热个补品，咱们一会儿就吃。
周护士，检测怎么样了？这是你的检测报告，你看一下。这个里面有致幻的成分。没错，你让我帮忙送去的样品里面，检测出了与这致幻剂相同的成分。果然没错，这是属于管控类精神药物，长期过量服用的话，相当于是在服毒。啊，好，我知道了，谢谢啊。我那边还有事，我先走了。辛苦了。若云，别吃那个补品，那个里面有致幻成分，在吃下去你会发疯的，快离开。如果我猜的没错，这辆精神病院的车就是来接我的，不行，我不能让他们得逞。老婆，你最近是不是没睡好啊？来，趁热吃了，吃啊。老婆。老婆，好点了吗？怎么样？先坐。你看吧，就是因为补品吃少了，身体才会虚，还总想着孕吐。现在还热乎着呢，赶紧吃。老公，我有件事情想跟你说。不着急，咱们吃完了再说。来，老公，其实我最近一直会去公司，是在忙上市的事情。上市？顺利的话，下个星期就可以在香港上市了。这样到时候公司就会由30亿的资产变成100亿集团。可是我从来没有听你说过公司有上市的计划，怎么突然间提起来这个？我想由你来替我管理公司，担任 CEO。我这不是怀孕了吗？我担心以我的身体状况，到时候没有办法兼顾好公司，所以我希望由你来帮我管理这个100亿的集团。这样到时候等肚子里的宝宝出生了，我就可以安心的在家好好的照顾他。老公，我知道这个担子很重，你愿意接受吗？怎么样？你们这对贪婪的母子，对我的提议心动了吗？老公，好好考虑考虑。补品凉了，我再去给你热一热吧。上律师，对不起，这次是我们的失职，没有提前查验患者的精神鉴定证明。派出去的车已经回来了。你们的失职？你一句失职就可以解决所有问题吗？是。什么也不用说了，你们等律师函吧。若云她没事了。真的？谢天谢地。贷款不在郭彦成的名下。老婆，一会儿我陪你去公司吧。我昨晚非常认真地考虑了你的提议，所以我想先去公司一趟，熟悉一下各部门的运作，看看自己到底能不能够胜任这份工作，免得到时候给你添麻烦。老公，不用着急，这件事情我还没有正式在股东面前提过。等我在股东大会上正式完成 CEO 的移交工作之后，你再去公司也不迟啊。也好，还是你考虑的周全。我先去公司了。一切顺利啊。
你确定精神病院的人是因为接到了投诉主动离开的？我会去查清楚是谁投诉的。那你就确认一下，他说的到底是不是真的？知道了。这是顾延成最近的财产流水状况。我们申请了调查令之后，就立刻向银行还有税务系统提交了申请。我发现顾延成的展厅现在的收入情况，连最基本的运营也维持不了。简单来说，他就是在吸你的血。还有，他擅自抵押那些房屋下来的3亿贷款，也不在他自己名下。这个就是帮顾延成做抵押贷款的女人，广通银行副行长。找到她，我们就知道钱去哪里了。他出来了。高副行长，温小姐，好久不见啊！今天是来银行办业务的吗？高副行长，你应该知道我是为什么来找你。你是要找个地方聊一聊呢，还是要在银行里面？是那个香水的味道，怪不得顾延成能够顺利套现。看来这个高行长也是被顾延成欺骗利用的人。你想跟我聊什么？我想知道顾延成抵押借贷的资金流向。不好意思，温小姐，即便你是顾先生的配偶，我们也不能将客户的私人信息透露给您。高副行长你好，我是温小姐的代理律师商宇。顾先生未经我当事人的允许，私自抵押夫妻双方共同财产。根据担保法规定，银行的抵押无效。现在我依法要求您提供顾先生违规抵押房屋贷款的资金流向，希望您配合。我不想再说第二次。孙娟，他们当时填的放款账户就是用这个女人的身份信息现场申请的。孙娟，她是谁？这是跟她一起来的老富婆。老富婆？这个人吗？对，就是她。还真是母子，都是假名字。你想知道的我都告诉你了，我能走了吧？高女士，你和顾延成的关系我都已经知道了，他利用的女人不止你一个，别再上当受骗。谢谢配合。老婆，老公，公司的上市专线小组已经搭建起来了，接下来我会请专业的事务所完成审计还有验资的工作，但这期间可能会需要一些大量的资金流。我在想说，我能不能抵押我的部分房产？老婆，那本来就是你的资产，你可以随意支配啊。这种事儿啊，不用跟我说的。老公，你真好。为了让这个局做得足够逼真，成功的骗到这对母子，还有一个关键人物必须参与进来。谁呀？说吧，找我什么事儿？自从那次你找我聊过之后，我认真的反思过了。当时我不知道你对顾延成的感觉，我也只顾着我自己开心，忽略了你的感受。妍飞，我想通了，我不想要因为一个渣男就毁掉我们多年的姐妹情感。如果顾延成是真的爱你的话，我愿意退出，我愿意成全你们。我就想说问问你，还愿不愿意回来公司继续担任设计部总监？你还记得当年的我们吗？你要的香草拿铁，让我尝尝你的。哎，这不一样吗？一想到毕业了就要分开，好难过。你少胡思乱想了，我们跟那些毕业就分道扬镳的闺蜜可不一样，我们要当一辈子的好姐妹。我呢，想毕业后继续从事设计，
我要当最厉害的珠宝设计师。好啊，那我开公司，考你来当我的首席。你说的啊。来，干杯，干杯。什么意思啊？干杯。让我们欢迎设计部总监闫飞的回归。除此之外，我还有一件重要的事情要宣布。我出于私人原因，接下来会陆续的把手边的工作慢慢的放掉，做好移交卸任 CEO 的准备。而我心中最佳接任人选，就是我的老公顾延成。怎么会是顾延成？是啊，这件事情没有意义。我是公司的最大股东，我比在场的所有人都还要在乎公司的权益。接任 CEO 的日期就暂定在下个月。不能让他发现房产被抵押的事情。我们得先把套现到手的资金还回去，收回房本，放长线钓大鱼。你确认过温氏珠宝上市的消息到底可不可信了吗？我跟闫飞已经确认过了，温若云已经在股东大会上宣布了这件事。看来温氏珠宝上市的消息不会有假了，我们就等着坐拥100亿资产吧。温总，小曼昨天跟人事部提出离职，结果今天早上就听说她失踪了。失踪？前一阵儿就发现她状态不是特别好了，结果听她家里面人说，好像给她谈了个男朋友，结果被骗光了钱。她该不会想不开了吧？你别瞎说，去跟财务申请一笔费用，让公司以同事的名义去探望小曼的家属。啊，好的。又是以情设局，真该让你们这群人渣吃点苦头。500万利息。李哥，你这是狮子大开口啊！300万，少跟我讨价还价。500万，那我先走了。嗯。袁成，你帮我准备好房本，我马上回家来取。好。身份证压你，500万就500万，1天后打你账上，房本给我。嗯。顾先生，我再跟你确认一遍，提前还款需要支付1%的违约金。违约金直接从账户里扣，赶紧把房本给我。拿好，以后别再联系了。我有事先回家一趟。温氏珠宝员工信息表，原来他们根本就不是什么婚恋诈骗犯，而是境外有组织有预谋的杀猪盘。老婆，房本我已经准备好了，给你。谢谢。哼，顾延成，这只是第一步。3亿顺利追回。干得漂亮！那这么漂亮的日子，咱是不是得做点好吃的庆祝一下？我来。哎，你俩谁不用来啊？一个脸上刚好的伤，一个肚里刚怀了我大外甥，你俩在这等着吧，我做饭去。啊！哦，来了来了，快！快来，瑞，快走！
尝一尝，看看合不合口味。谢谢。来，喝一杯吧。好。敬过去的伤痛，敬如今不易的心伤。那我就敬咱们未来的圆满吧。啊，干杯！真的跟王姨做的菜一模一样，是吧？嗯，没事，这你都吃吧。这个我没有放太多辣椒，都是孕妇可以吃的。这一桌都是若云爱吃的菜，商律师，你也太偏心了吧？多吃少说，听话啊。对了，这个房产证能不能留在你家？会不会太麻烦你了？不会，怎么会呢？你记着，若云，在我这儿，你是唯一一个永远都可以不用见外的人。谢谢。那我先给放起来啊，你们先吃着。要没有这些钱，我跟顾延成也不会走到如今这个地步。别感叹了，你要是没有这些钱，你根本就不会遇到他。错的不是钱，是人的贪心。那照你这么说，结婚的意义又是什么？没有意义。我之前告诉过你，所谓的爱情，所谓的婚姻，不过就是人呢为了名正言顺的搞点颜色出来，他们扯出来的遮羞布而已。我反对。从通俗意义上讲呢，婚姻的本质啊，就是为这个社会创造稳定的劳动力，以及稳定的社会结构。婚姻法也从来没有要求过人们非得为了爱情而结婚。只是咱们人们自己觉得爱情就是婚姻的终点，但其实婚姻的本质上就是资源整合，嫁错人和不嫁人，都不是婚姻本质，经济才是。说得对，说得对，一针见血。哎，但我不是这么想的，我还是觉得我爱一个人就是会想要娶她，我还是觉得两个人应该接受3餐4季的洗礼，一起携手白头的。说回正事，顾延成那边还有拿去倒卖套现的3000万珠宝都还没有追讨回来。以我对他的了解，他视钱如命，他应该会把这些黄金藏在一个他认为非常安全的地方。照你这么说，我倒是想起来有一次我去展厅找他的时候，发现他不在。若云姐，顾先生有事去陶城了，要下午才能回来。陶城？有一个老顾客每个星期都会订一张沙发，顾先生都是亲自去送货。什么老顾客？我方便看看吗？他每个星期都会去陶城出差，给一个叫周兰的人送沙发，但日期不固定。这事交给我吧，你俩别出面了，你俩也不方便。不行，我们一定要再找一个办法，让顾延成再去一次藏钱的地方。我有一招，以牙还牙。我跟一姐商量过了，从今天开始，你手上的盘都会转移给其他组。凭什么呀？凭什么要罚我呀？是沈小曼她自己要寻死的，我哪知道她就真死了？我早就提醒过你，沈小曼是温若云身边的人，你怎么敢就这么把她给逼死了？一旦温若云发现不对劲，我们满盘皆输。你少跟我提什么我们，你自己手上又能有多干净呢？你手里的人命还少吗？我告诉你，要不是我拼了命把业绩做上来，他们怎么会看得到我呢？做的再好有什么用？我们只不过都是棋子。你别假惺惺的跟我说这些。是，你现在是过上挥金如土的生活了，可是那我呢？你还真把自己当成光鲜亮丽的顾延成了是吧？我告诉你，我可是见过你之前狗一样的样子。可是你想过没有？但凡我们有一点做的不好，都会像狗一样被罚。我不在乎。你觉得我熬了这么久为的是什么？我要的是钱，很多很多的钱。现在这个社会，没钱是孙子，有钱才是爷。凭什么你吃饱了饭就要来砸我的碗？我告诉你阿文，断人财路可如同杀人父母啊！阿和，你不光想谋财，还想害命，你现在想把命都搭进去吗？人不狠，站不稳，那些女人活该。要不是她们虚荣，她们贪心，她们怎么会有这种下场呢？之前是你教我的，要会演，要会骗，要会玩弄女人。我告诉你，我早晚有一天会超越你的业绩，把你挤下去。行，我算是看明白了，我跟你说是白费口舌。但是我提醒你啊，你别再出什么岔子，否则我不会放过你。行，我们走着瞧。公司还有多少资金流啊？这些就是公司上个月的盈余。他把黄金藏在这儿，居然在这里。
喂，小文啊，你走之后有2个年轻的女人过来看周宇，其中一个叫温若云，说是你老婆。他们进去已经很久了，我有点担心呢。我马上回来。您好，周兰之前的住院费是1年1缴吗？我帮她把她终身的住院费都缴清。对了，可以麻烦你帮她换一个好一点的床垫吗？费用从卡里扣就行。小文好福气，有你这么好的老婆，有空常来玩啊。发什么了呢？哦，我打给商玉，他都没有接电话，我担心他。那小子那么机灵，一定没事情的。顾元成恐怕很快就会发觉了，我们得赶快走。这趟收获还是不小的，但我觉得那栋宿舍楼还是有必要去一趟。好。钱呢？我的钱呢？妈，我的钱呢？小文不怕，小文不怕，妈有钱，妈能救你出来。温若云，这手机怎么在这儿？卡呢？卡呢？完蛋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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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妈能救你出来。不是都说好了解决了吗？为什么他们还是能找到我吗？我的身份被暴露了，你知不知道？连那个商宇都已经掺和进来了，那温若云一定已经知道我们转移财产的事。不用再等了，100亿上市集团就是他为了拖延时间给我们画的饼。那现在怎么办？现在怎么办？我已经……你妈妈得了老年痴呆，还没享几年幸福吧？你别动她！对不起，一切，对不起，算我求你的，你别动她。算我求你的，一切，你别动她行吗？我会想办法弥补这一切，一切。温若云，都是你逼我的。如果你按照我的剧本，乖乖的住进精神病院，或许我还能保你的命。女人太聪明，只会害死自己。原来你们一直在监听啊！嘉义、温若云都是逼我的。原来你们一直在监听啊！林嘉义、温若云都是逼我的。坏了，要出事了！这就是他以前的房子，这里或许有一些我们需要的证据。老箱子，佳言，我找到这个。我还以为什么都是假的，没有想到生日还真的是同一天，真可笑，真是妥妥的孽缘。周文，他本名叫周文，明明就是本地货，总装什么洋进口，一会儿美籍华裔，一会儿泰籍华裔。广告设计学院，怪不得他总爱冒名替用艺术家的身份，感情多少掺了点情怀在。他妈的，怎么没人说这地方有锁啊？找东西给他砸开！来不及了，躲起来！这里，
你一定要藏好。不行，我们不会有事的。嘘，来了。怎么是你？快，来不及解释了，快走！追，别让他跑了！我们分开跑，小心点。好。林佳怡，跑不掉了你，还是又落我手里了吧？你说你怎么跟个臭虫一样，踩都踩不死？不过老话说事不过三，今天你是逃不掉了。阿赫，你对顾元成还真是忠心耿耿啊！少他妈给我提顾元成，他算个什么东西啊？对呀，最后杀人背锅的事情你干，好处他拿，他把你当条狗啊！我告诉你，我阿赫走的今天全是靠我自己。我不会因为死了一个女人就让他害到什么都没有了。到底谁是狗？可惜你看不到了。你不是想要钱吗？我给你，我给你更多。你说你要是早点乖乖把钱交出来，就什么事儿都没有了。但现在不行了，一姐不会放过你的。今天不是你死，就是我死。死也要让我死个明白吧！死也让我死个明白吧！一姐是谁？你们要干什么？林佳怡，死到临头了还想套话是吧？你都傻啊！让你死就乖乖去死，少给我来这些！你这个人渣，你会得到报应的。报应？是你们活该！你们这些女人啊，都想要帅气又多金的男朋友，在世界上哪有那么多掉馅饼的好事儿？你们这些人一不撒谎，你们上！一姐，阿赫死了。阿赫死了，现在你那边不能再有一丁点问题。这是我好朋友的家，我们最近都在这里商量事情。走。文心，我很好奇，你怎么突然出现在敬老院？你们听过这个就知道了。如果你按照我的剧本，乖乖的住进精神病院，或许我还能保你的命。女人太聪明，只会害死自己。你跟顾延成？你别误会若云姐，我跟顾延成没有那层关系。不是，那你什么时候在我家装了窃听器？我也装了。你们怎么会？其实，我跟佳怡姐半年前就认识了。我们一直在暗中调查顾延成，就连我去他的展厅做他的助理，也只不过是我接近他的手段。你居然背着我还留了一手。那不然怎么办？你之前恋爱脑中毒这么深，万一哪一天你倒戈向顾延成，我的复仇计划岂不是开天窗了？再说，他的蛊惑力你又不是没有领教过。文心，那你能告诉我你为什么做这些吗？还是说你也遭遇过顾延成的婚骗？我是为了复仇。复仇？顾延成，他害死了我姐姐。我姐姐叫文怡，父母在我很小的时候就去世了，是姐姐开着面馆把我拉扯大。
我们姐妹俩相依为命。她只大我6岁，却长姐如母的照顾我，操劳的让人心疼。姐，我跟你说，我田径运动会得第1名。是吗？那姐姐今天给你做大餐吃。姐，什么事儿啊？这么开心？偷偷告诉你，我恋爱了。什么？我倒要看看什么样的男人才能配得上我姐姐。当我听说姐姐恋爱了，真为她高兴。可我隐隐也有些担心害怕，对方是什么样的人，会不会让姐姐伤心流泪？姐，你怎么了？果然，我担心的事情很快就发生了。我只听说那男人要跟姐姐分手，我安慰他，不过是分手，下一个更好。我以为他想开了，只是情绪还有些低落，自然也就没有发现他的异常。姐，我吃饱了。看看你，一点都不会照顾好自己，像这头发乱的。我呀，做了很多你爱吃的菜，放在冰箱里了。以后记得要按时吃饭睡觉，不许熬夜，知不知道？姐，你是大我6岁，又不是大我60岁，唠唠叨叨的，像个老妈子一样。就凭你这张嘴啊，我呀也不用担心你以后会吃亏。那我先去上学啦。我后来才知道，他那时候的状态已经很糟糕，我真的好恨自己为什么没有多给他一些关心。阿和也死了，我的钱也被林佳怡和温若云拿走了，身份也暴露了，整个盘子都托不住了。最后一场。别跑！我知道你不是顾言成的母亲，说你到底是谁？我就是顾言成花钱雇来的演员，这事情不是我做的，我也不知道他会这样。他怎么样？说他怎么样？顾言成，你不能就这么死了！你要这么死的话，真是傻无赖。老婆，对不起，我实在没有办法阻止他们去伤害你。我知道，我做了太多错事。老婆，老公，你就算现在死，你也于事无补啊！老婆，我不知道该怎么样保护你，我只能通过这样的方式，摆脱他们对我们的控制。你不要再说了，我求求你，你最后活下去，我服你。等等，这么浅的伤口，怎么可能会有浴缸里这种程度的出血？顾言成，你又在跟我玩套路。老婆，你愿意原谅我吗？顾言成，你到底在隐瞒我什么？我们是夫妻啊，我们应该一起承担所有的事情。我把一切都告诉你。老婆，谢谢你对我不离不弃。我决定好了，为了你，为了我们的孩子，我要重新做人。我都想好了，等我们的孩子出来以后，我第一时间就去自首。若云，再给我一个机会，最后一次。我也不想失去你，我会倾尽我的一切陪你共度难关，但你也要告诉我所有事情的真相。起初我以为我只是输了点钱，看不看？再借我一点好吗？
我赢了，我一定连本带利还回来。好啊，我收你3分息，你要多少我借你啊。那我不借了，3分息太高了，我先走了。那不行，开门哥，开门哥，你都借到我面前了，我得给你个面子。我不借，我不借。开门哥，继续啊。后来我发现这一切都是赌场做的局，所以意料之中输光了所有借来的钱。我还不上，他们就把我关在水牢里折磨我。他们还拍下我的视频，以此去勒索我妈。别打！别打！求你了，求你了！你别打！行。有没有？我有钱，我有钱！快拿钱来赎你儿子！你儿子赌博输了一屁股债，晚了就见不到人了。这只猪仔的家里已经被榨干了，把他卖到园区去。是。开门哥，开门哥，我还有钱，我一定还回来！开门哥，开门哥，求你了！开门哥，开门哥！胡春桃19岁，这么年轻，会电脑吗？会。带去电小组。周文，自我介绍一下吧。我叫周文，学的广告设计。今年19岁，家在桃城县。外形不错，带去模特组。模特组。王强。以后你就负责这几个册的人设，好好练啊！好。我也不愿意做那种伤天害理的事情，可是若云，可是我没有办法，我人已经被困在那儿了。如果我不那么做，他们就会疯狂的折磨我。但你后来所做的一切已经不叫做被行为所迫了。是，我是做了很多混蛋的事情，可是我真的没办法，我人已经被困在那儿了。我每天都在被他们洗脑，被他们灌输，我就迷失了我自己。接近你和林佳怡，都是他们给我的任务，我没得选，我真的没得选。我只是一个棋子，是他们赚钱的工具。我有想过的，我有想过，我要麻痹我自己，我什么都不想了，我就按他们的去做。可是我发现。可是我发现我爱上了你，我也不愿意做那种伤天害理的事情。可是若云，可是我没有办法，我人已经被困在那儿了。如果我不那么做，他们就会疯狂的折磨我。都看清楚了吗？猪仔们贪心被骗，是他们咎由自取。我们要做的就是要他们花钱买个教训。在我这里，只要努力，提豪车，买豪宅，实现我们的人生梦想。在那里，他们控制着每一个人。我们每天的工作就是跟目标联系，从认识到信任，喂，宝贝，到产生感情。我在巴厘岛呢。他愿意心甘情愿的付出。哎，对了，上次我和你说的那个投资的项目，你怎么没投啊？我都快赚了2倍了。怎么样？这次要不要跟我一块投啊？其实很简单的，你只要跟着我的操作，就可以赚钱了。啊，保证赚钱。谢谢大家。首先非常感谢老板给我这个机会，和家人们分享我的一点心得。第一个阶段，我们要在猪圈里找到有品、有潜力的猪仔。其次，第二个阶段，屠夫换装，这个阶段最为重要。我们要根据上一个阶段找到有潜力的猪仔，根据他们的类型喂他们不同的猪饲料，然后按照他们的品质来分等级。最后就到了杀猪的环节，这个阶段，屠夫们一定要警惕，我们一定要层层设套，守住。为了生存，我别无选择，千万不能松懈。好了，只能一直往上爬。我的心得就到这里，谢谢大家。也是一直在沉沦。终于我做出了成绩，取得了他们的信任，离开了那里。目标出现了，他叫林佳怡，资料我会发给你。接见你和林佳怡，都是他们给我的任务。我没得选，我真的没得选。我只是一个棋子，是他们赚钱的工具。我有想过的，
我有想过，我要麻痹我自己，我什么都不想了，我就按他们的去做。可是我发现我爱上了你，若云。我害怕他们像对待林佳怡一样来对待你，我就想方设法的保住你的性命，因为他们最后还是要杀你来暴力收盘。我阻止不了，我真的阻止不了了，我就只能这样来祈求得到你的原谅。若云，原谅我，好不好？好，我知道了。若云，那你原谅我了吗？老公，让我们忘掉一切，重新开始好不好？若云，顾言成，你居然监视我！好一个狗东西！这么想看我？行，我倒要看看你还有什么花招。你干嘛？早安，太阳都晒屁股了，赶紧起床，小懒猪。来，笑一个。看什么？当然是要记录给我们的宝宝看。我想给他看他爸爸长什么样子。等我以后不在你身边了，你要照顾好自己，工作别太拼。笑一个。来，你看。连城，等一下我们一起去逛街，帮宝宝买点东西好吗？当然好啊。老公，我去上个厕所，帮我拿一下。那我在这等你啊。嗯。一切顺利。时机成熟，杀猪放血。这些女生我已经联系好了，她们非常愿意讲述自己遭遇杀猪盘的经历，并为我们提供证据。我把她们约到了公园里，你去见一下。好。那你呢？我得去找一下剩下的这些人，他们一直不愿意接我电话。对了，商律师一直都联系不上，要不要跟若云姐说一声？你们好，我是文心，方便拉个群聊吗？啊，行，可以，可以。你看到我给你发的消息了吗？千万不能相信网络上的骗子啊！你凭什么说我男朋友是骗子？难道网恋就不能有真爱吗？你是不是觉得我们这样的人就只能遇到骗子，不配拥有爱情？我当然不是这个意思，每个人都有拥有爱情的权利，但是这个不能成为我们被拿捏的手段呀。你走吧，我看你才像是骗子，再不走我就要叫保安了。你可以不相信我，但是我有证据，千万别给他们打钱。干什么呢？不是我们小区住户，赶紧走。
复仇者联盟还建群了，文信真要你的。你看，我的杰作是不是很温馨？不愧是我老婆，审美就是好。需不需要我指导你一下？那就欢迎温总莅临指导工作。这个装哪儿，老婆？这个是放最下面的。不好意思啊。是妍霏吧？老婆，我出去一下，我保证会把我和他的关系处理得干干净净的，好不好？你为什么不接我电话？还不是因为最近工作太忙，我都快累死了。你就别抱怨了。还有，自从温若云知道我们俩的事情以后，她就整天在家闹，疯疯癫癫的给我甩脸色，我都快受不了她了。他之前不说还成全我们的吗？真好笑。看吧，是不是只有我对你最好？当然了，只有你才是那个全心全意爱我的人。哎，你想不想跟我一起远走高飞，离开这儿？我做梦都想。走吧，不想再待在这儿了。可是离开这儿去别的地方生活要很多钱的，你账户里有那么多钱吗？我有这么多钱，都在国外。不要告诉温若云啊！我会替你保管好这个秘密的。若云姐，是我。我刚才听到顾言成哄骗妍霏，套出了他的账户存款。他还真没让我失望，始终是一个恶臭生蛆的人渣，那就让他继续烂下去吧。我倒是很想知道他后面还能有什么招式。倒是你那边，记得要注意一点，千万不要让他发现任何破绽。我知道了。顾言成，老婆，还能怎么样？一言难尽。一言还难尽，那要多少言？你就只担心他的言，不担心我的醋？老婆，咱们坐下说。我明明已经跟他说得很清楚了，我不可能再跟他有任何的瓜葛，可是他还是对我死缠烂打，甚至为了挽留我还说什么？老婆，我说了，你别生气啊。我倒要看你怎么演。他说他愿意拿出所有的钱来和我一起远走高飞，因为这些年来他一直在公司以暗中拿回扣的方式侵吞公司公款。什么？这太夸张了！我自认为我从来没有做过对不起他的事情，他却一而再再而三的背叛我。老婆，你别生气啊！怪我没有早点看清楚他的真面目，怪我被他蛊惑。我真的没有想到他为了跟我在一起能干出这样的事情。这不是你的错，都怪我，认识他这么多年却没有发现他的真面目。老公，你放心，这件事情我会好好处理。老婆，你真好。温总，商律师好几天没来公司了，您知道他的情况吗？我去了解一下。王姨，商宇最近有没有回家看您啊？他没回来呀。我呀，还想问你来着。最近小雨的电话一直打不通，他是不是出什么事儿了呀？王姨，你放心，商宇一定会没事。温总，这是公司长期合作的供应商名单，剩下的这些都是妍霏入职以来经手过的项目资料。
财务这边主要负责核对设计部在各个项目的开支情况。在调查结果还没有明确之前，我希望你对这份工作保密。好，先去忙吧。温总，调查结果出来了，严飞确实存在利用职务之便的侵占行为，侵吞公款的金额高达5000万，并且这笔资金极有可能已被转移到海外账户。通知各部门的负责人，5分钟后召开紧急会议。好。简洁把大家叫过来，是有一件重要的事情要宣布。一直以来，我对于温氏珠宝的每一个成员都非常的信任，也很放心的把工作交给所有人去做。但我没有想到，其中却有一个人辜负了这份信任。严飞，你给我站起来！我想请问一下，你对于利用职务侵占公款一事，有什么需要解释的吗？温总，说话要讲证据，你不能因为我们私底下有过节，就随便给我扣帽子吧。关于设计部总监严飞侵占一事的详细说明，我已经发送到各部门的领导邮箱里，可以查看一下。温若云，我说你怎么那么好心把我请回公司呢？原来这么处心积虑的要对付我呀！之前说我抄袭，现在说我职务侵占，你还有什么本事？你尽管使出来啊！你如果行得正坐得端的话，你怕人查吗？你向法务部王永行贿，让他替你修改合同，从中获得好处，造成多大的损失，你知道吗？严飞，你被开除了。温若云，你一定会为你今天做的事情付出代价。你在会上当着那么多人的面说要让温若云付出代价，我当然要这么说，那么多双眼睛看着我，我总不能傻站在那儿被他骂吧？既然事情……若云姐，游戏开始了。若云，写包。严飞那里情况如何？已经准备好了。但是，你现在的身体真的扛得住吗？我不想让你用这么危险的方式去收集他的犯罪证据。我面对的这些，跟那些因为被诈骗而失去生命的女孩相比，根本不值得一提。准备好了吗，两位大小姐？没有想到我被你们女人摆了一道。女人也有女人的力量，是你无法打败的力量。顾延长，不对，我应该叫你周文还是梦里？我不管你叫什么名字，你都已经无路可逃了。文心已经利用你安装的监视器，录下了你所有的自导自演。我劝你最好自首，供出你背后的组织，争取从宽处理。你还是不知悔改？悔改？我做错什么了？我到底哪里做错了？错的是这个世界，错的是把我骗去境外赌场的朋友，错的是逼我签下高利贷的赌场老板，错的是把我妈害成老年痴呆的诈骗集团，错的是你们女人没有爱情就活不下去，真是无耻至极！你把所有错都怪在别人身上，难道就是因为我蠢，就活该被你利用是吗？我告诉你们，这个世界上多的是人可以为了钱把亲情、爱情、友情踩在脚底下往上爬，他们跟我有什么区别啊？啊！你们出生就可以在罗马，而我只能做牛马。我也幻想过，我想努力改变我的生活，到头来我还是被控制、被压着。林夏，佳音，你们这些娇娇女，根本就不知道什么叫人间疾苦，而你，温若云。你们家靠卖钻石赚得盆满钵满，殊不知这些钻石全是靠辛苦的工人们的血汗采出来的，上面可都是血啊！而你只用在这个金碧辉煌的大楼里享受苦呢。你们这些女人没了爱情就活不下去，我觉得真的很可笑。嘲笑我？顾延长，
你不去当演说家，真是浪费你的才华。你说错在骗你去境外的朋友，那我请问你，如果不是你自己好赌的话，你会上当受骗吗？你说错在这个世界不公平，你要不要看看你自己是靠什么在欺骗人？靠你这张皮囊，把那些真心爱你的女人诱拐到杀猪盘里。我他妈有的选吗？我有的选吗？这个世界给过我选择的机会吗？给过你选择的机会。怎么又让我拿20万去投资啊？你听我说，现在投资行情特别好，我是心疼你赚钱辛苦，才不建议你跟我一起买币做投资。可我哪还有20万呀？我之前给你的80万已经是我的全部积蓄了。那想办法再拿20万出来啊！实在不行就去我贷吧。你有过无数次选择，你本可以在骗光我姐姐所有积蓄之后就收手，但是你为了你的业绩，毫无底线，哄骗我姐姐去贷下高额债务，最终活生生的被你给逼死。顾言成，你早就丧失了做人的基本道德，你已经无路可逃了。你把商宇怎么了？商宇，我不知道啊。你说，你把商宇怎么了？你这么惦记商宇的话，那我带你去找他。你干什么？你放开他！是你们逼我的。陆云姐，那边是吧，陆云？商宇，不要让他懂，我只是现在不能让他下手。小夏，他逃不掉的。妈，看护我妈呢？妈！你别动我妈，我马上就过去找你。你把我妈藏哪儿了？没看出来，你还是个孝子。把人带过来，让他见一下。妈！儿子！妈！儿子！李姐，把我妈放了！儿子！少在我面前演什么母子情深了。他今天变成这个样子，都是你造成的。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东西，当初就不该让你来操这个盘。我也没有想到温若云会那么警惕，都怪阿赫，是阿赫没有处理好林佳怡，才会造成这个局面。丽姐，你先放了我和我妈，有话好好说，行吗？你这个时候怪谁都没有用。既然这个杀局已经失败了，我总得给那边一个交代吧。可惜你这张脸喽，你说我怎么处理你好呢？丽姐，我为你们卖命这么久，没有功劳也有苦劳，还赚了那么多钱。你把我妈放了，行不行？算我求你的，算我求你的。你求我，我能放过你，那谁来放过我？别杀我儿子！别杀我！妈！别杀我儿子！我求求你啊！丽姐，我还有5000万，最后5000万全都给你，听吗？只要你放了我和我妈，我保证消失的干干净净，一个字都不会说出去。5000万，只能买他一个人的性命，而你知道的太多了，必须死。
妈，妈！儿子，别怕！儿子。妈！阿姨，顾延成，他在这儿。他没死。夏雨，不可以，他会死的。顾延成，梦雨，我真该让你带着那些江南人血的钱下地狱。顾延成。小雨在哪里？快说！我们已经报警了，你和李会有这种下场，手中杀人的下落还得证据扩大处理。行，我告诉你，他就埋在我的下面。人渣！夏雨，去死吧你！把我埋了吧，把我这个坏到不能再坏，邪恶到不能再邪恶的人埋了吧。夏雨，你说过你要陪着我，你说过你要守护我。我决定了，我不在美国待着了，我要回来帮你。准备结婚了，我的婚礼你一定要来，我就想得到你的祝福。好啊，你呢？现在负责的事情就应该是在家安心养胎，调查的事呢就交给我，别以身犯险了。多少年没见你画画了，怎么今天突然想起来画了个猪头？按你形象画的。你多不礼貌啊！你记着，若云，在我这儿，你是唯一一个永远都可以不用见外的人。少爷，顾延成，我看你。原本我只想好好活着，现在无所谓了，把我埋了。儿子，我的儿子，阿姨，我的儿子，我的儿子。若云，你没事吧？没事了。姐，我终于替你报仇了。少宇，云，一切都已经结束了，我们现在能做的，只有整理好心情，过好未来的每一天。少宇，他最后的时候，他发了一条信息给我。WA， 我不知道是什么意思。我想了一下，按照我们的拼音习惯，他应该是想告诉你，我爱你，但是没有来得及发完。没事，都会好的。你，他都有你。结束之后，你们打算做什么？我想好了，我会和文心把她姐姐的面馆重新开起来。面馆名字我们都想好了，金兰面馆，义结金兰的意思。
等很久了吗？没有。你的香草拿铁。你还记得我最爱的口味？妍飞，其实当初知道你跟顾延成的事情的时候，我是真的很恨你。可是后来我知道了事情所有的真相，才想到我们俩一起经历过这么多的事情，第一次恋爱，还有上大学的时光，我所有什么重要的事情永远都是第一个跟你说。我知道我们没有办法去控制有心人想要骗我们，生活嘛，总是难免碰到波折，不是吗？若云，我真的很在乎你。当我看见你和顾延成在一起的时候，你知道那一刻我在想什么吗？我的友情没有了，我的爱情没有了，你们都背叛了我，我嫉妒你，嫉妒你拥有的一切，我觉得一切的东西都应该是我的。可是我万万没有想过，我真的没有想过要伤害你，伤害你的孩子。我懂，我知道。我知道现在说这些已经太迟了，我不值得你对我这么好，我会去自首的。妍飞，我会等你回来。若云，对不起，对不起，若云，对不起。不哭了。姐，我做到了。那个人还有那群骗子，都已经被绳之以法，以后不会再有女生被他们骗了。你可以瞑目了，我也该走了。你好，欢迎参加反恋爱诈骗宣传活动。啊，不用了。你好，有了。哎，你好，请关注我们反诈宣讲会。谢谢。不要跟我分手好不好？你好，您看一下。我一定会把钱凑齐的。接下来是不是要说贷款很容易，你马上就能翻身了？还是说你看准的项目稳赚不赔，很快就能娶她了？骗子！你听过杀猪盘吗？没有听过的话，欢迎来参加我们的讲会。陌生人线上社交已成为爱情的主要发生地，在这个庞大的社交市场上，也因此滋生出许多以恋情为诈骗的罪恶。杀猪盘出现在我们每一位受害者需要的时候，为我们提供了极高的情绪价值和陪伴，也因此更便于他们对我们实施精神控制。当受害者对于投资等涉及到金钱方面的问题有所疑虑时，杀猪盘就会设法威逼利诱受害者，使其迅速做出投资等决策，最终迎来的将是情感与金钱的两空。所以当你们遇到这些的时候，一定要坚信，真正为你们好的人会劝你们脚踏实地，只有骗子
才会想让你们一夜暴富。我们也曾遭遇过杀猪盘，深知爱情屠刀落在身上的痛。在那段黑暗的时光里面，我们独自一个人，忍受着所有的委屈，努力不被认可，隐忍不被谅解，真心不被待见，付出更是没有结果。但是我们一定要相信，这段黑暗的时光终究会过去。所有的受害者更不该自我囚禁。我们一起努力，穿越这片黑色的沼泽，触底反弹，向阳而生。这个小家伙，一眨眼长这么高了。我一定要保护他，让他平安的长大。